1988年夏，清河县上台村苏家破旧的房子里聚满了人，房间2桌做好的饭菜也没人吃，一个个幸灾乐祸地盯着跪在地上的男女窃窃私语。苏珍闭着眼躺在床上，正在疯狂消化她刚刚看到的一切。她不是死了吗？因为没借给苏宝珠钱，被她推到大街上，让个大货车给撞死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苏珍又闭着眼听了会儿，总算是弄明白了。她重生了，重生在她20岁的时候，苏宝珠也重生了，还在她订婚的当晚睡了她上一世的老公陆景鹏。以前她就总说羡慕他的话，还说若不是她当初鬼迷心窍，非要嫁给吕宗阳，跟陆景鹏在一起的就该是他，那样她也会成为首长夫人，住在军区大院，1日3餐都有人伺候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陆景鹏出轨、自私、家暴，还不能生育。公公婆婆为了维护她的体面，在诊断书上做手脚，让她误以为是自己不能生育。婆婆更是把大姑姐的孩子抱回来，要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。可那孩子从小就被婆婆灌输她是外人的思想，对她非打即骂。就这样地狱般的日子，苏宝珠竟然还羡慕，甚至重生后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跟陆景鹏搞到了一起。苏珍压抑着激动的情绪，在心里疯狂地咆哮：成全他们！许是老天听到了他的心声，坐在炕上的奶奶杨莲花一锤定音：行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景鹏碰了宝珠，那就让景鹏娶了宝珠吧。奶奶，你不能这样偏心，这婚约可是景鹏和珍珍的。这婚约是陆家跟我苏家的，宝珠也是我苏家的姑娘，娶谁不一样？况且是他陆家的孙子欺负了我苏家的孙女，就得负责。你个外嫁女少掺和我苏家的事儿，那怎么能一样呢？当初是因为我爸妈救了陆家人才有的这次婚约，宝珠又不是他们亲生的。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妈，你这样确实委屈了珍珍。有什么委屈的？我又不是不给她找婆家，大不了把宝珠对象让给苏珍不就行了？那吕宗阳也是大学生，配她还不绰绰有余吗？苏丹啊，你还是少说2句，别忘了宝珠也是你妹妹，你不能自己找个好婆家就见不得自己妹妹好啊！现在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宝珠不嫁给景鹏还能怎么办？难道你想逼死她吗？那也不能逼死珍珍啊！你看她被气得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奶奶、叔叔、阿姨，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跟珍珍并没多深的感情，这婚约都是我家人替我安排的，我跟宝珠才是真心相爱，求你们成全我们吧。尼玛，还真心相爱？他是可以成全他们，但可不是让他们用这么恶心人的方式。他嘴角勾了一个阴冷的笑，手撑床坐起身，抓起炕沿上的搪瓷茶缸，朝着2人狠狠地砸了过去。搪瓷刚刚精准地砸在陆景鹏的脑袋上，里边半茶缸的茶水一点没浪费的都洒在了苏宝珠的身上。众人惊呼一片，视线纷纷朝他看过来。苏珍你干嘛？人人称赞邓兰梅这个后妈当的称职，说她把苏宝珠当亲生的疼，殊不知那苏宝珠就是她亲生女儿。当年邓兰梅未婚生女，但为了嫁进苏家，她故意瞒下她已经生过孩子的事实，先是找人假扮道士，悄摸摸找上了奶奶杨莲花，口口声声说苏珍命中带煞会克死全家，必须得把她送走，还要找个跟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女孩子瞒天过海替全家挡灾。于是几天后，苏珍就被送去了市里的孤儿院，恰好在那碰到了跟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她的亲生女儿苏宝珠。就这样，邓兰梅顺利嫁进来，苏宝珠也被顺理成章地接回了苏家。这么多年有邓兰梅从中斡旋，他家人更是深信不疑，苏宝珠就是来守卫苏家的，而苏珍却在孤儿院受尽苦难，无人问津。上一世她被接回来后也活得小心翼翼，对他们的话言听计从，并没能换来另眼相待。这一世她不想再逆来顺受了，谁让她不高兴，那就谁都别高兴了。在跟我订婚当晚就滚到一张床上的你们，不就是搞破鞋吗？还舔着大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，真爱你吗？陆景鹏经过刚刚的难堪和慌乱后，很快稳住情绪，立马高高在上回应：苏珍，就当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感情的事儿没有办法勉强。就当你不，就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就成全我和宝珠吧。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是，姐姐对不起，但我和景鹏已经在一起了。你凑那么近是没见过男人，还是觉得被人睡了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？苏珍啊，虽然你跟景鹏订了婚，但宝珠是你妹妹，又是一直守卫咱们苏家的人，你就让她吧，总不能看着她去死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其实那吕宗阳也不错，苏珍你就嫁给吕宗阳，让宝珠嫁给景鹏吧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苏珍环顾一圈，看着满屋子点头的家人，真觉得讽刺至极。只有苏丹抓着他的手直摇头，生怕他答应。焕青啊，这还真是个天衣无缝的好主意。那吕宗阳也有个当厂长的父亲，当画家的小叔，当首长的爷爷，他也给我2888的彩礼嘛。
他哪有那么多钱？但他也是个大学生，将来也差不了。你不要只顾着眼前，眼前我都顾不着，你还让我指望以后？人家的真爱一宿都等不了，我的名声却要遗臭千里了。知道是他们两个在我订婚当天不要脸的搞破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苏珍有什么问题。你们不想着怎么惩罚他们，却想用苏宝珠都不要的垃圾打发我，就那吕宗阳他配吗？他怎么就不配？人家跟你一样是大学生，长得也一表人才，哪里配不上你？我眼睛没瞎，真那么好？苏宝珠还用爬我未婚夫的床？你以为谁都跟他一样脑子进水了呢？确实，虽说那吕宗阳长得倒也凑合，也够强壮，可他一个单亲妈带着3个姐姐，就这开局谁看了不说一句这是地狱模式啊？这样你嫁过去，吕家给你那800块钱的彩礼我1分不要，都给你行了吧？彩礼给我不太正常了吗？我很小的时候你们就把我扔掉了，直到我能干活了才把我接回来。可以说我没白吃你们苏家一口粮食。你们是多大脸还要霸占我的彩礼？苏珍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为什么扔掉你心里没数？若不是这么多年宝珠留在苏家替你挡灾，我们全家都要被你克死。呵，那还真是遗憾。你说什么？既然怕我克死你们，还把我接回来干什么呢？就为了骗我跟陆家订婚，让苏宝珠抢我未婚夫800块钱彩礼，就想让我换亲？你以为我跟你的宝珠一样贱呢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谁家姑娘的彩礼不是给弟弟娶媳妇用的？我能做主把彩礼给你就不错了。陆家的家事有目共睹，就看苏宝珠这么不要脸的爬上我未婚夫的床，就足可以证明嫁进陆家有多大的好处。到时别说800，就是8000、8万、80万也不在话下。陆爷爷为人刚正不阿，吐口唾沫就是个钉。想必今天的事他还不知道。如果我坚持履行跟陆家的婚约，陆爷爷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心疼的宝珠就会成为一个被人睡过的破烂货而被剩在家里。别把我当傻子，800块和80万我还是知道怎么选的。还80万，你咋不上天呢？你也不看看你这贱命长这么富贵的脑袋了吗？行啊，那就试试看。陆景鹏，昨晚我就当你是被狗咬了，等一会你家人来了，我们就直接挑个日子结婚，越快越好。苏珍，我不喜欢你，你何必强人所难呢？你别误会，我是能把你昨晚当成被狗咬了，但我也怕得狂犬病，所以并不需要你的喜欢，懂吗？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个姘头在外养着，只要钱到位，我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。这样你花1份彩礼娶2个老婆多划算。苏宝珠被气得脸色扭曲，真是恨不能上去撕了他。刚重生，苏珍和陆景鹏就已经订婚了，他只能出此下策，否则他能让苏珍这样骂？姐姐不同意直接说就好，不必这样羞辱我们。我是你妹妹没关系，但你怎么能这样骂景鹏哥呢？宝珠，你放心，我喜欢的是你，绝不会娶她的。真是好一对不要脸的苦命鸳鸯啊！要不你们去后山找棵树吊死吧，这样也算是生死与共了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邓兰没气急，扬手就朝苏珍的脸上就打了过来，却又被苏珍一把扣住。他上一世为了对付陆景鹏这个渣男，好歹学了那么多年的散打，真当他还是以前的苏珍呢？这是想打我啊？你这后妈平时装的不挺好吗？怎么说2句苏宝珠你就原形毕露了？你也不看看你说的都是什么话？你把宝珠当什么？一个被人睡烂的贱货，你还想让我当她什么？总不能是清清白白的大姑娘吧？让她当姘头都得是我愿意，我若不愿意，她连当姘头的机会都没有。苏珍，你用得着这么恶毒？她好歹也是你妹妹。她是在你肚子里爬出来的，可不是在我妈肚子里出来的。她算我哪门子的妹妹？她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她发现什么了？你胡说什么？宝珠是你奶奶找回来替你挡在守卫苏家的，她可是咱苏家的功臣。我胡没胡说你心里清楚，我建议你消停点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算账，一个养汉老婆而已，你们还指望她守卫你们苏家，真是可笑至极。都回去看着点自家老爷们吧，小心她哪天又滚到你们男人床上了，到时你们是离还是不离呀？我说你个杀千刀的小灾星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要造反啊？奶奶，真真就是太委屈了，这不是她真实想法。苏宝珠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，也没见你打骂她1巴掌，倒是一个个都想来打我这个受害者。怎么是你们是非不分，还是看我眉毛好欺负？真真啊，宝珠到底替你在苏家尽孝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不心存感激，可也不能这样过分啊。过分吗？二婶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要不等你女儿也遭遇了这种事的时候再来跟我说这种话。你们愿意把苏宝珠当家人可以，但别指望我会跟你们一样，我只恨她死得不够早不够快。话音落下，跪在地上的苏宝珠豁然起身，一脸委屈地看着他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我死了能让你消气的话，我可以去死。我现在就找棵树把自己吊死。一屋子人急忙拦住他，纷纷劝他想开点，同时也都觉得苏珍的理不让人。真心想死你就偷摸去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嚷嚷去死，你是怕他们不拦住你啊？一个带着劲风的巴掌直接扇在他的脸上。宋珍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一大早大家饭都没吃就在这哄你，你奶奶已经答应让你们换亲，你
你还想怎么样？他难以置信，这个一直都窝窝囊囊的爸爸，在他受了这么大委屈的情况下，没有站出来给他撑腰，倒是站出来给了他一巴掌。看见了吗？哪怕这样，你的亲爸爸打的还是你。上一世苏正国也是这样维护苏宝珠的，可在他病重躺在医院需要急救的时候，他的老婆儿子包括被他疼爱的苏宝珠却没一个在他病床前伺候的，是他把他接回了家，补交了几十万的天价医疗费，又精心照顾他1年多才让他体体面面离开的，可他就是这么对他的，欺负他这一大早上原来是在哄他啊。你打我，苏宝珠睡了我的未婚夫，你不去打他，却来打我。我知道这件事宝珠做的不对，但你也不用这样得理不饶人，听你奶的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先吃饭，这件事吃完饭再说。众人为了缓解刚刚压抑的气氛，也都开始挪动，纷纷招呼着大家围桌吃饭。苏珍脸色冰冷，她猛地转身，抓着离着她最近那张桌子的边沿使劲往上一掀，桌上的盘子、筷子连汤带菜的都摔落在的。还吃饭？都他妈别吃了！众人被噼里啪啦的声响吓了一跳，离桌子近点的不可避免的被桌子砸到，被凳子绊倒，被浇上菜汤。杨莲花此时就顶着一脸菜叶子，张着手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苏珍，你这个温大灾的，你就是个短命鬼！你敢这么糟蹋粮食，你看我不打死你兔崽子！他说着到处去找趁手的家伙事儿想打他，而苏珍已经走到另一张桌跟前，手一扬，饭菜也被掀翻在地。抓住他，给我抓住他！奶奶给。堂妹苏金慧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一副要等着看好戏的样子。苏珍拎起地上的一个凳子，便朝着房间打砸过去。镜子、柜子、窗户、缝纫机、录音机，所过之处无一幸免。每砸一下，杨莲花就肉疼的哎呦一声。眼见着苏珍的下一步就是电视机了。那电视可是新买的。哎，苏珍，你要是敢砸，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苏珍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邪气一笑，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朝着电视机砸了过去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时候的电视机是真抗造啊！但没关系，再来一次就好了。随着声音落下，电视机的屏幕出现了碎裂。哎呦，你这个该死的小灾星！那电视2000块呢。下一个目标是冰箱。住手！苏珍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快去拦住他！你们傻站着干什么？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样发疯的苏珍他们也不敢上前去拦啊，万一他的凳子砸向的是他们怎么办？珍珍，你别砸了！怎么，我的爸爸，你还没打够啊？给，随便打，反正我也没个妈疼，你们就可劲欺负吧。我刚才是不该打你，但你说话也确实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杨莲花就拿着金毛掸子朝着苏珍劈头盖脸的打了过来。苏珍一声没吭也没躲，就像头狼一样盯着他们，被打过的地方就凸起了一道道红杠子。你瞪什么瞪？你把我家砸成这样，我就是打死你也是活该的。妈，你别打了。放开我！难道你抱着我就是为了方便他打我吗？苏正国抱着他手本能的松开，他当即接住了再次打过来的金毛掸子，猛地往回一转，杨莲花的身体便不受控制的朝前跌去。苏正国吓得急忙伸手去接，这才免于杨莲花摔倒。刚想骂他，就见苏珍发了狠的把他家仅剩的那台冰箱也给推倒了。打死他！你们去给我打死这个败家的小杂种！话音落下，外边便传来车门的开关声，同时还伴随着男人的一阵阵的咳嗽。是陆家人来了。从门口处走进来2男1女，正是陆景鹏的父母和他小叔陆艳里。艳里却只比陆景鹏大4岁，小时候被洪水冲走过，内疚后没能得到及时的救治，留下了这么个病根。但凡情绪激动或者吹了冷风就会咳嗽。他个子很高，皮肤也很白，众人都说他嚣张乖戾、桀骜不驯，是个恶霸。可在苏珍眼里，他就是清风霁月、心有鸿鹄的谦君子啊。只可惜，这么好的男人也就只剩下3年的生命了。上一世不知为何，他临死前把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了他，只有小部分给了他父母。他跟他说，女人要有自保的能力和反击的手段，不要委屈自己，要是不开心就远离那些让他不开心的人。他是上辈子唯一给过他温暖的人，也是在他心里最可信最重要的人。如今再见，真的恍如隔世。苏珍无法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他看着苏家人一个个都热情地迎了出去，一口一个亲家的叫着，虚伪又客套地寒暄着。陆艳里止住了脚步，他看到了满地狼藉的房间，以及站在这一片狼藉中的苏珍。小叔，陆艳里的眉头微微蹙起，一步走了进去，目光不动声色地在他身上扫视一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，小叔给你做主。苏珍委屈地瘪了瘪嘴，刚刚还能忍住的泪水猝不及防掉了下来，也许只是不想被他看见这样狼狈的自己。苏珍慌乱地转过头去，泪水瞬间决堤。杨莲花见状也顾不上家丑不外扬了，一拍大腿朝着陆家人就开始大倒苦水。哎呦，我命苦啊！这个小畜生他就是个灾星啊！也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，这家里被他砸得乱七八糟，那2桌子饭菜都给我掀了，电视也给我砸了，冰箱也给推倒了。看看这个败家的崽子，还是真不怕天打雷劈啊！阿姨，
我们就不该接他回来，也不该给他订什么婚。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该把他给按在尿桶里溺死，省得他长大了来霍霍我们。陆艳里越听越烦，转头去找陆景鹏。昨晚我喝醉了，不小心把宝珠当成了珍珍。不过奶奶已经答应让我娶宝珠了，我和珍珍的婚约就取消吧。混账东西，那婚约是你爷爷给你和珍珍定好的，你说取消就取消，当初订婚时你干嘛了？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喜欢，你们让我订婚我就定了。现在我喜欢宝珠，既然是陆家跟苏家的婚约，那我娶宝珠不也一样吗？对不起，叔叔阿姨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们别怪景鹏。虽然我是喜欢景鹏，但我从来没想过抢走他。昨晚的事真的只是意外，就让景鹏娶姐姐吧，我没关系的。娶什么娶啊？我是不会娶苏珍的，大妈。刚宝珠奶奶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看看这些都是苏珍砸的，这要是她嫁到咱家就别想消停了。陆可荣跟妻子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意外。苏珍一直是挺老实挺乖巧的，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疯了呢？苏珍，你就给句痛快话吧，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？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娶你的。陆景鹏，你刚才跪在地上求我成全你们的时候，就像一条狗，怎么现在是觉得有人给你撑腰了才敢叫得这么欢吗？狗仗人势说的就是你吧？苏珍，你找死！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个小灾星居然敢骂我是狗！他说着就朝苏珍冲过来，暴躁的样子像个二哈。然而刚过来没两步，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抽在他的脸上。陆景鹏茫然地捂着半张脸，还不等他质问出声，肚子上就又被踹了一脚。巨大的痛苦让他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朝后跌去，连带着去接他的几个人都相继摔倒。房间忽然静得真落可闻，只有陆艳里偶尔的咳嗽声。你刚骂谁？你要打谁？让你留下来跟苏珍培养感情，你就这么培养的？把人家妹妹培养到床上去了，到现在你都不知悔改，甚至还想动手。陆家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。道歉。陆景鹏张了张嘴不想道歉，却又不敢违背他想说的命令，于是便把求救的目光看向了他爸妈。看你爸妈干什么？难道我管不了你？对不起。因为什么道歉？说清楚。对不起，苏珍，我不该骂你，也不该想对你动手。还有呢？还有不该跟宝珠睡，虽然这是个意外，但也让我认识了自己的内心。我喜欢的是宝珠，你放过我。话还没说完，陆艳里就又踹了他一脚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王思敏吓得急忙接住他。艳丽，小鹏是做错了事，但你也不用这么狠吧？要不你自己解决，自己去跟老爷子解释。小说苏珍她就像个疯子一样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房间被砸得乱七八糟，就她这样的女人谁敢娶？奶奶说的对，她就是个灾星，这样的女人谁娶了都要倒8辈子霉，我可不要。你又是什么好玩意儿？出了事不想着解决事，而是第一时间往对方身上泼脏水，你还看不上人家？我看谁嫁你才是倒了8辈子霉。小叔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和景鹏对不起姐姐，但我们已经道过歉了，也说过要补偿，可姐姐怎么都不同意。我们现在不应该在这追究谁对谁错，而是要寻找解决的方式，不是吗？闭嘴，有你说话的份。冰冷又嫌弃的目光吓得苏宝珠当即后退了一步，她感觉自己只要再废话一句，那男人随时能扑上来把她撕得粉碎。众人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陆艳里再次走到苏珍跟前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想听你说。苏珍的鼻子又开始泛酸，她深吸口气，稳了稳情绪。就是苏宝珠和陆景鹏昨晚睡在了一起，然后我家人就让我跟陆景鹏退婚，把他让给苏宝珠，还让我嫁给苏宝珠的对象吕宗阳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来打了我，我气不过就砸了他们家。陆艳里脸色沉了下来，她实在无法想象这件事做错事的没被打骂，受委屈的却挨了打，这是什么家人呢？她破人的目光徐徐地扫过众人，却无一人敢跟她对视。砸得好，这件事本来就是他们的错，你是受害者，有权利选择原不原谅和嫁不嫁谁。你放心，陆家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退婚或者补偿都可以。谢谢小叔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要求跟陆家的婚约继续。陆艳里愣了下，随即又点点头，那就继续。苏宝珠闻言，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，都闹成这样了，她居然还想继续。她又气又急，伸手去扯陆景鹏袖子。我不同意，苏珍，你要不要脸？我都说了不喜欢你，你干嘛还非要嫁给我？我还有你们这对搞破鞋的不要脸吗？爸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娶她啊！苏珍她就是个变态神经病，你不知道她刚才居然说要跟我结婚，然后让宝珠当我姘头，还说嫁给我就是为了咱陆家的钱。我要争取了她，咱们陆家就没好了。陆可容气的一巴掌朝他呼了过去。行了，别嚎了。苏珍啊，其实叔叔是喜欢你的，你这孩子漂亮又懂事。景鹏是做了错事，我在这替他跟你道个歉。但你说他和你妹妹都在一起了，这婚约还怎么继续？景鹏倒是没事，这不是怕影响你妹妹的名声吗？我们陆家也不能不负责是吧？这样吧，给你的彩礼我们就不要了，就当是给你委屈的补偿，你看行吗？什么叫彩礼不要了？彩礼都给他，我怎么办？
爸，你这给苏珍的也太多了吧？将近3000块的彩礼全都给他那宝珠怎么办？陆可荣看到了苏宝珠的小动作，虽然他是不喜欢苏珍的疯，但更不喜欢苏宝珠这下做的坏。既然事儿是你们俩一起做错的，给苏珍的补偿自然也该一人一半。但宝珠现在已经是景鹏的人了，那一半就让景鹏替你补偿，相当于是给你的彩礼了。什么？他这意思是彩礼自己1分没有呗？你爸什么意思？爸，就算宝珠也需要承担1半的补偿，那也该给宝珠另1半的彩礼吧？你总不能苏珍给2888，却给宝珠1444吧？1444块的彩礼已经吊打很多人家的彩礼了，你要是嫌少，你给他补。我哪有钱？亲家，话不是这样说的，说到底也是景鹏欺负了宝珠，我是看在景鹏口口声声要娶宝珠的份上，才什么都没说的。2个孩子都是我的女儿，你家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！亲家，你这话不对，2个孩子在一起，虽谈不上你情我愿，可也算不上欺负吧？不然你女儿就不会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儿子了，你说是吧？至于你说我厚此薄彼，呵呵，手指头还不一样长呢，2个女儿彩礼不一样也正常。这不明显是说宝珠不如苏珍吗？邓蓝莓只感觉一股怒火直上天灵盖。亲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不是每个苏家的女儿都值2888的彩礼。景鹏是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所以才愿意娶宝珠回家，不然你以为我陆家是谁想进都能进的呢？你说到底是景鹏欺负了宝珠，这我们要是报公安，你报公安告我们什么呢？没给你女儿2888的彩礼吗？是你女儿走错了房间，但凡你们警醒一点，2个孩子也不至于犯了这么大的错。细算下来，这个责任我们怎么也得各占一半吧。公安若说我儿子有错，那就把他抓起来；若说他没错，那跟苏珍的婚约就继续。柔和。眼见着气氛剑拔弩张，苏正国焦急地瞪了眼邓蓝莓。报什么公安？亲家，你别听我那败家娘们瞎说，我觉得你这个解决方式就挺好的，把彩礼给苏珍，让宝珠嫁给景鹏，这样最公平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公平。你2个女儿，一个得到了人，一个得到了钱，不挺好吗？一直在那静静看戏的苏珍却忽然嗤笑一声：“我的事儿你们就这么给决定了，都不问问我同不同意？你个丧门星，把彩礼钱都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我看中的是那点彩礼吗？我看中的是陆家的家世，况且这婚约是陆爷爷亲自过来给我和陆景鹏定下的，我凭什么要让苏宝珠那个不要脸的贱女人替我履行这个婚约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”苏珍，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想嫁过来，你还想要什么补偿？你说，我们能满足的尽量满足。若是这样，那我可说了。说，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不会嫁给吕宗阳的，至于你们怎么解决，不关我的事儿。行，不嫁就不嫁，我把彩礼给他退回去。第二，除了陆家给我的补偿，我还要苏家给我1000块的补偿。1000块，你倒是敢要！你个赔钱货想的倒是美，你把家砸得乱七八糟，我都没找你算账呢，你还跟我要补偿，你咋不上天呢？那就算了，我正好也不愿意退婚，不如就让苏宝珠剩在家里好了。没钱的时候，你们还可以帮她招揽点男顾客，反正她这么喜欢睡别人的男人，既能满足她，又能给家里挣钱，不是2全其美吗？苏珍，你别太过分。没办法，奶奶不舍得帮她掏那1000块钱，要不你帮她掏？杨莲花看向陆景鹏，吓得他退后一步。他要是敢把这1000块答应下来，他爸能打死他。苏珍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和景鹏已经在一起了，这在法律上叫事实婚姻。你想履行婚约，但陆爷爷不会听你的。事实婚姻是要经过白酒过彩礼，最起码也要有群众认可，而你不过是趁人家醉酒就爬烂人家床的婊子而已。你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就你这种又蠢又坏又不要脸的女人，陆爷爷宁愿把陆景鹏送去蹲大牢，也不会让你进门的，不信你试试。苏宝珠到底还是心虚了几分，几步挽上杨莲花的胳膊。娜娜，你看在我当年救过你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吧，等我以后挣钱了加倍还你。是啊，这么多年咱家平平安安的都是宝珠的功劳，要不给他吧？杨莲花纠结了好半天，才一脸肉痛的答应了。行，给你1000，那就拿钱吧。还有昨天陆家拿过来的彩礼都一并给我。你把家砸这样不用赔吗？那一个电视就2000块这不是用我这一身伤换的吗？你们一个个都想打我的时候，就没想到我会反抗啊。这次是看在你们跟我还有那么点血缘关系上，但下次我砸的就不一定是东西了。你个遭天谴的小畜生，你还敢吓唬我，就不怕雷劈死你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你赶紧拿去吧，一会儿人越聚越多了。杨莲花瞥了眼外边，此时苏家外边围满了人。他去开了柜子，一顿翻找，然后才拿出一个小匣子，里边整整齐齐码放着昨天收上来的彩礼。这小兔崽子好像是看着这点钱要的，他再多要100都拿不出来。
苏珍见他迟迟不给，直接上手抢过来，然后装进兜里。最后一个条件，我坚持要履行跟陆家的婚约。什么？杨莲花当即要把钱抢回来，却又被苏珍灵活的躲开。你个黑心肝的小畜生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又是要钱又是要人的，你是想逼死我们吗？你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众人也都面面相觑，不明白苏珍是要闹哪样。陆燕里却忽然出声：可以。陆可荣却责怪地看向陆燕里，不明白他怎么就答应了。若真要闹起来，整个陆家都会受到影响。你若坚持履行陆苏两家的婚约，那陆家除了陆景鹏就只有我未婚了。但你也看到了我的身体。不待他说完，苏珍就歪着脑袋看向他。那你可以跟我结婚吗？他的话一落下，众人集体失声，一个个都震惊地看向对方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要跟谁结婚？那不是陆景鹏的小叔吗？苏珍怎么能嫁给他？这差辈了。陆燕里盯着他没说话，不明白他是真想嫁给他，还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报复。苏珍也不躲不避的跟他对视着，他有报复他们的想法，但有恩的自然也要报。这个女人想要嫁给未婚夫的小叔，震惊家人后还索要赔偿，气坏奶奶。他的生命只剩下3年了，就算不能治好他，给他留下一个孩子也是好的。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都偏心苏宝珠，这个家根本没有我的容身之地，这些补偿用不到明天就会被他们再次抢回去。陆燕里却无奈失笑，他这么厉害，谁能再把钱要回去？不过就是逼他的说辞罢了。好。在场的众人听到这个答案，都被惊得无语在原地。苏珍胡闹，陆燕里这个长辈怎么也陪着他发疯？这不就是苏珍在报复吗？我抢他未婚夫，他就当你萧婶婶，真是好恶毒的心肠，好炸裂的操作。老四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说我在干什么？我不是在帮你儿子收拾他弄出来的烂摊子吗？那你也不能娶你侄子的未婚妻啊，这都叫什么事儿？那除此之外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要不让你儿子蹲大牢去？陆可荣当即噎了下，杨莲花也被震惊到了。你个小贱蹄子，真是不嫌害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给自己找男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只是给自己找个男人嫁，又没跟你的宝珠似的抢别人的男人睡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闭嘴！景鹏的小叔就是你的小叔，你们中间还差着一个辈分呢，你怎么能嫁给他小叔呢？凭什么他能嫁我就不能嫁？我跟苏宝珠又没什么关系。你们怎么就没关系？她是你妹妹。可别，我可没这么不要脸的妹妹。你们可以不把我当成苏家人，反正像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亲人，我也不稀罕。你个混账东西，户口本在我这，我看没我同意你能嫁谁？苏正国，在你不分青红皂白打我那一巴掌开始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爸爸了。不让我嫁可以啊，但你的宝珠等得起吗？我看等他的肚子大起来，谁还会要他？到时就让他留在家里接客吧。苏震，你真是该死！妈，你先答应他，反正他嫁人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到时我们想办法把他送到吕宗阳的床上去，然后再来个抓奸在床。你看那陆家还要不要他个2手货？邓兰梅贼贼一笑，当即心领神会，于是又拉着杨莲花去一边密谋。不多时，一家人就商量好了。行了，我们管不了也不管了，你想嫁谁就嫁谁吧。那既然都没意见，过2天我让媒人过来商量结婚日期，就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等下，还有什么事？苏珍几步到了他跟前，把刚刚拿到手的那一兜子钱塞到了他的手上。这个给你，给我，你帮我拿着，在我手里就不一定是实的了。好。然后众人就眼睁睁看着陆燕里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，杨莲花气得一阵阵的头晕目眩，他还想着等陆家人一走，他就把钱给要回来呢。白眼狼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说完，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众人惊呼一片，一个个都忙3火4的去救杨莲花。陆家的车再次停在苏家门口。这陆家人怎么又回来了？不会是想反悔了吧？陆燕里步履沉稳地朝着苏珍走过去，拿着几盒药递到他跟前。这些是消肿止痛的药，你吃一点，伤能好得快点。苏珍一张老脸不自觉地有些发热，目光也开始心虚地躲闪起来。这该死的感觉，不会就是心动吧？谢谢。不用跟我客气，3天后我爸妈会跟媒人一起过来提亲，希望那个时候你身上的伤已经好了。好，那再见了，我的未来老婆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，只有苏珍还傻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下子从脸红到了脖子根儿。真的太羞耻了，上辈子丈夫的小叔叔竟然叫我未来老婆。苏宝珠一张脸黑的都能滴出沫来。陆燕里凭什么允许苏珍嫁进陆家？凭什么允许她高一个辈分？苏珍看到苏宝珠的那张脸，朝她越走越近。离我远点，我对贱人过敏。姐姐，我劝你不如嫁给吕宗阳呢。那陆燕里就是个病秧子，你嫁过去还不得独守空房啊？那吕宗阳一看就很能干，最起码幸福生活有保障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女人把赔偿款送给未婚夫，气得奶奶直跺脚，妹妹暗中嫉妒。看来还是你有经验啊。苏宝珠愣了下，随即便笑了。可不是吗？比较起来还是吕宗阳厉害。
但有什么用？他太穷了。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跟吕宗阳可是清清白白的，况且景鹏又不是不疼我，你还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吧？还厉害？厉害个屁，老鸭子！姐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没必要为了跟我们赌气就搭上自己的一生。好好过你的日子去吧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的，苏珍，这是你逼我的，给我等着。苏珍见大家都在照顾杨莲花，她则拉着苏丹回了自己房间。一会儿你就回去吧，这个家早就烂透了，没必要也尽量不要回来。可我走了你怎么办？一会儿奶奶醒了肯定还要找你算账的。你今天是怎么赶的？大姐你知道吗？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知道家长们更偏心什么人吗？苏宝珠或者苏可心那样的。那他们有什么共同点？共同点？苏丹摇摇头，不明所以。他们都会哭闹，家长为了自己能消停点，就会对他们做出妥协和让步，而那些懂事的孩子，渐渐的就会被他们忽略，甚至被欺负。还真是，所以你今天用的也是这招。今天爸打你一次，你砸了这个家，那下次他就得先考虑一下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只要你比他能豁得出来，就没人敢欺负你。大姐，你记住了，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委屈自己，谁欺负你，你就加倍欺负回去，实在打不过的咱就远离。苏丹鼻子一酸，他什么话都没说，直接伸手抱住了他。晚上，杨莲花也终于醒了过来，看着被砸得乱七八糟的房间，又是一阵心痛。那个小灾星呢？他死哪去了？人家一直在房间待着呢，我刚看他好像已经睡着了。睡着了？他把我家祸成这样，还能睡得着？去把他给我喊过来。奶奶，苏珍她不听我的，我去敲他门，说不定会揍我。反了天了呢！去，你们都去，今天就是拖也把他给我拖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敢揍谁。苏珍听着这哐哐的砸门声，一阵火大，这不明显是来者不善吗？目光随意的扫视一圈，一眼就看到堆积在一堆杂物中的镰刀。他伸手一拽，直接碰翻了架子上的盒子，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物件散落一地，一个白色小玉瓶咕噜噜的滚到他的脚边。这是装什么药的药瓶吧？苏珍弯身捡起来，指尖传来尖锐的疼痛，血液直接滴在了小玉瓶上，很快就被吸收。主人你好，我等你好久了哦。忽然一道空灵的声音响起，吓了苏珍一跳。你是谁？我是小平哦，谢谢你让我重见天日。为了报答你，我瓶中的灵泉水你可以随便用哦。灵泉水？你的灵泉水都能干嘛？能干的多了，延年益寿，治病救人，起死回生。没病的喝了能强身健体，有病的喝了能药到病除。这广告词怎么听都像是卖假药的，但万一是真的呢？是不是能救陆燕里了？你这灵泉水真的有这么神？真能起死回生？广告创意，请勿当真。你在耍我呢？信不信我摔碎了你，然后把你埋粪坑去？真残暴！其实不是小平不能起死回生，是这件事有违天道，小平不能这样做。那正常的病人能救吗？就是受冷就咳嗽的病人，正常都可以丢哦。小平只有3种人不救：大奸大恶者不救，自暴自弃者不救，忘恩负义者不救。我又不知道谁是这3种人，若我无意中救了呢？灵泉水对这3种人是不起作用的哦。不过主人不在我的补救范围之内，你今天就可以试试，明天身上的伤就会好了。而且灵泉水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哦。你还知道我受伤了？当然，现在我跟主人是一体的，但凡有对主人不利的人靠近，我都能检测到的。现在门外就有4个对你不利的人，他们给你奶奶准备好了鸡毛掸子，想看你挨打。小平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一会儿再来体验你的灵泉水。我现在先去收拾他们。好的，那我也先闪了。主人需要我时可以喊我的名字。声音落下，小玉瓶也凭空消失了。苏珍的手腕上出现一个小玉瓶一样的胎记。这个女人让姐姐远离老家，其他人却想找她麻烦。意外中发现神奇小瓶，她猛地打开门，手里的镰刀一下子杵过去，吓得还想敲门的表哥乔家旺一蹦3尺高。苏珍，你干什么？是我要问你们干什么吧？大半夜敲我房门找死啊！是奶奶要找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睡死了呢。话音还未落下，苏珍的镰刀便带着一股破空之声猛地朝她挥了过来。苏金慧双腿莫名发软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苏珍却扛着镰刀朝杨莲花的房间走去，房门哐的一声在外被人踹开，一屋子人都震惊的循声看过去。谁大半夜不睡觉，也不让我睡？我找你，怎么了？你把家给砸成这样，你还能睡得着觉？你个该死的小畜生，把钱给个外人你都不给家里头，你说我养你这么大有啥用吧？多大的脸说你养我这么大？你辛辛苦苦养大的不是苏宝珠吗？怎么你那宝贝孙女没给你彩礼钱啊？问我忘了，她没有彩礼的，啧啧，可真够贱的。
杨莲花气得拿着金毛掸子猛地往炕上拍了下。你还敢说？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还在那长声怪调的。我的天哪！我让苏宝珠爬了我未婚夫的床吗？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孙女造成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你个小灾星，生来就是克我们家的。若不是宝珠替你在这个家尽孝，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你就让他能怎么样？还非得不依不饶，什么都跟宝珠抢。苏珍站在杨莲花对面的地上，手里的镰刀一下一下敲打在炕沿儿边上。杨莲花，当家之主是非对错总得弄明白吧？什么叫我跟他抢？是他苏宝珠抢了我的未婚夫，当然我已经不介意了。我虔诚的希望他们俩能生生世世的锁在一起。你拿这个鸡毛掸子又想欺负我？怎么，你家又有东西可以砸吗？没东西砸的时候，就不怕我这个小灾星发功克死你啊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你还敢威胁我了？现在说的是这个家变成这样是被你砸的，你给家里赔偿点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我记得你一共抽了我29下，鸡毛掸子打人比较疼，我给你算50块钱一下，要我现在还给你吗？他说着伸手去抢他手里的鸡毛掸子，却怎么都抢不过来。行吧，看来奶奶是不需要我赔偿了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一巴掌给你算500，要我这就还回去吗？姐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可是生你养你的人，难道你还想打爸爸不成？你是疯了吗？既然你这么孝顺，不如你替你爸爸吧，我让你跟你妈一个价，一巴掌10块，能帮爸爸赢得多少赔偿就看你的了。他说着，朝他一步步走过去。苏宝珠吓得步步后退。你干什么？当然是成全你呀！你不能每次就耍耍嘴皮子，却不想付出一点行动啊！你不是来守护苏家的吗？来吧，大家有没有电视看，有没有冰箱用，就看你的了。话落，一巴掌猝不及防地甩在苏宝珠的脸上。你看，10块钱这不就到手了？多简单！金慧，你帮忙数着点啊！时间都不早了，咱们抓点紧，早打完早睡觉啊！苏珍，你敢？你真是无法无天了呢！行了，苏珍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什么叫我没完啊？我在房间睡得好好的，是不是你们哐哐砸门，非要叫我出来赔偿的？亲爹，你好好看看，你的宝珠是不是就嘴上说的好听，一到关键时候比谁躲得都快？不想要我的赔偿，我可就走了。他说完，又在兜里掏出10块钱，朝着众人挥了挥。我这个人很讲道理的，说给多少就多少，不该我承担的谁也别想冤枉我。想对我动手，先掂量下后果能不能承担得起，不服就来试试。现在我要去睡觉，谁再去吵我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话落，他把手里的大团结直接朝众人扔过去。众人盯着那张钱飘飘悠悠地落在炕上，谁都没说话。这个女人的奶奶想要揍他，他却拿起武器反抗，吓得其他人不敢说话。次日天还没亮，苏宝珠就醒了，想起昨天受到的种种羞辱，他就气得想发飙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胆小弱懦的苏珍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强势了呢？总不能她也重生了吧？万一苏珍真嫁到陆家，还不得搓磨死我啊？她就应该跟吕宗阳那个穷鬼在一起。想到这，他悄摸摸地出了门，朝着吕宗阳家走去。刚敲了2下大门，吕宗阳的二姐吕小兰就出来了。哟，我当是谁一大早敲我家门呢？原来是你这小贱蹄子啊！没想到你会这么饥渴，连自己的姐夫都不放过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找吕宗阳。找我弟弟干什么？不会今天又想爬我弟弟的床吧？我们可是正经人家，像你这种千人骑万人压的烂货，我们家可嫌脏。你赶紧回去把彩礼给我们退回来，否则我就去报公安说你家骗婚。行了，你弟弟要啥没啥，不有什么好骗的。我这次过来就是跟他谈退彩礼的，既然你不想要，那我就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那是我家的彩礼，我凭什么不要？那你就别废话，让吕宗良出来。你把钱给我就行。这是我跟吕宗良的事，我只跟他谈。你不会又想纠缠我弟吧？放心，有你们这几个姐姐在，我就是再喜欢这男人我也不要了。切，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说完，他转身回了屋。不多时，吕宗阳打着哈欠在房间出来，一股吞蜜之气，简直一无是处。真不知道上辈子怎么就看上他了。你还找我干什么？我们去那边树林谈。想谈就在这谈，去小树林干啥？你赶紧把钱拿来就得了。我弟清清白白一小伙子，怎么可能跟你钻小树林呢？万一你掉头诬陷我弟弟对你图谋不轨怎么办？吕宗阳，你是聋了还是瞎了？你就让你二姐这样说我？我二姐说的也没错啊，以你现在的名声，我确实不敢跟你去小树林。行，算我瞎眼看错了你，你就跟你几个姐姐一起过去吧。亏我还想补偿你，看来你也并不需要。哎，苏宝珠，你去哪？钱呢？我要跟吕宗阳单独谈，你能听得懂人话吧？从我和吕宗阳认识，你就掺和在我们中间，他是你弟弟，不是你男人，难不成你也想跟他一起睡？你这小贱蹄子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呢？行了，二姐你先回去，我听听他怎么说。他不就是想纠缠你，你可得守好底线，咱家可不要这种不要脸的女人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话说吧。
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看在我喜欢你一场的份上，我帮你想好了一个补救方案，你看行吗？苏珍，你还有印象吧？就是陆家用2888彩礼求娶的那个，我家人答应让苏珍替我嫁过来，彩礼不变还是800块，你要同意婚约就继续，不同意我们就把彩礼给你退回来。苏珍。对，就是那天你在学校说长得好看的那个，她可是咱整个上台村最漂亮的一个姑娘了。若不是那晚醉酒我发生了这件事，我奶奶是绝不会同意800块就让你娶苏珍的。我听说她不是要嫁去陆家吗？我奶奶觉得这样跟我差了辈分，所以也不同意，我这才过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让我去追她？追你也追不上，苏珍那人清高的很。那天他说你800块彩礼可娶不到她，还说你配不上她什么的。我奶奶是想让你们先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她不嫁也得嫁，等你把人娶回去，再让你妈和你姐好好调教呗。吕宗阳但听着苏宝珠的描述，又想到苏珍那婀娜的身姿，身体莫名其妙就燥了起来。你们不会转头告我个流氓罪吧？当然不会，我们全家都想让她嫁给你呢。行，我答应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事儿？行，明天我想办法把奶奶支走，你下午就来我家吃饭，然后你就装喝醉留宿在我家，晚上我就把苏珍送你房间去。好，安排好了一切，苏宝珠回了苏家，刚进门就看见了苏珍。姐姐，你是才起床吗？我都出去干一早上活了。行，多干点吧，长得不咋的就得学着勤快点，否则到婆家还不得被打出来啊。苏珍懒得再理他，推开杨莲花的房门便出了声：饭呢？你们吃饭不喊我？你昨晚不让吵醒你，我们都不敢去喊你呀。听听，还挺有道理，吃完也没给我留饭。你个丧门星，我还得放嘴里嚼嚼喂你呗。想吃你不早点起来，要吃你就自己做，要么你就饿着吧。这个坏女人因为担心姐姐嫁入豪门，就去前男友家里商量计策，后妈也不给姐姐吃饭。行，我自己做。说完，她转身去了厨房。邓兰梅把苏宝珠给拉进了屋，这才在柜子里拿出早上给她藏好的饭菜。宝珠，快来，妈特意给你留的。谢谢妈，你最好了。行了，快吃吧，别被他看见了。一屋子人都见怪不怪地看着这娘俩，直到一股霸道的香味顺着门缝飘进来。妈好香啊，她在做什么呢？我能去看看吗？去什么去？你不怕他发起疯来打你？苏珍，这是炖肉吗？怎么这么香？哎呦，他把我留的那块肉给炖了。他直接几步就冲到了厨房，入目的便是苏珍坐在凳子上，正在大快朵颐。你这个败家玩意，那肉是我留着陆家人来才吃的，你这会儿就给我吃了，我看那天还吃啥？他越说越气，拎起灶坑杵着的刀耙就朝苏珍的后背砸了过去。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就屡教不改呢？还敢打我，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呢？他说着，手里的刀耙朝着杨莲花的胸脯杵了过去。苏珍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还敢对你奶奶动手？他能打我，我不能还手。这么粗的棍子，他不由分说抡过来就打。这是我反应快，慢一点你就得给我收尸了。那就有你说的那样严重？要不你找个人坐着试试。说什么话呢？苏珍，你别又犯浑啊！我犯浑？我差点被他一刀耙打死，你居然说我犯浑？你奶奶刚才就是着急了，那肉是留着给陆家人吃的，她能不着急吗？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不喊我？行了，肉你吃就吃了，但你不能动手啊。那你也告诉你妈，别没事找事，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呢。苏正国，你倒是动手啊！难道你就看着他欺负我这老婆子吗？自己亲闺女你还管不住？行吧，给你这个面子。吃，你这败家子是饿死鬼托生的吗？我当初就该让你死在外边，省得你回来祸祸我家。话音还没落下，苏珍手里的碗就被他摔在地上了，刚嚼没几下的饭也朝杨莲花吐了过去。不让我吃饭，是想让我喝你们的血吗？你们生了我又不养我，像你们这样的人家还不如当绝户算了。苏珍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点事儿你至于气成这样吗？还真是刀子不捅到自己身上不疼。苏珍几步越过他们，闯进了杨莲花的屋里，没一会就端着刚刚苏宝珠吃剩的饭菜，朝着邓兰梅的脑袋扣了下去。你偷偷摸摸给你女儿留饭，还在那问我至不至于，你们还好意思说？脸呢？苏珍，真其实你可闭嘴吧，成天就知道和稀泥。他们这样欺负我，你看不见，你还有脸跟我说教？苏珍越说越气，把红烧肉和鸡蛋羹一股脑划拉到了地上。你个败家子，疯了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？你赶我出去的那天，我一定一火烧了你们家。我不好过，那就谁都别想好过。围在墙边人一边看热闹，一边小声议论：这老苏家也真是不干人事，那怎么能不给孩子饭吃呢？什么呀？是邓兰没给宝珠留饭，没给招娣留，人家招娣自己做的吃的，苏老婆子又嫌弃她吃肉了，这不就闹起来了吗？
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，更何况还有宝珠在中间添油加醋。招娣骂的一点没错，苏正国当初若不是听了他妈的话，跟秋燕离婚也能好点。能把老实人给逼成这样，就说他家得多过分吧？宝珠强烈招娣未婚夫，一家人不打宝珠，却带着招娣打。若不是小招娣后来反抗，还不知道被欺负成什么样呢。苏宝珠听着众人议论，真是气得半死。一帮长舌妇成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就知道背后嚼舌根。姐姐你误会了，其实饭菜爸妈是留了我们俩的，我刚出来就是喊你去吃饭的啊。可不是嘛，你刚倒我身上的饭菜就是宝珠给你留的。就是说苏宝珠吃剩的才是我的。我问你们饭在哪，你们说要是自己做，现在又说是给我留的了，怎么你们也怕被人戳脊梁骨啊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个赔钱货还挑挑拣拣呢。你看他回来咱家哪有一天消停时候？你还在这杵着干什么？你还不去打死这个丧门星？苏正国被他给推了一个趔趄，难得的顶了嘴。行了，妈，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话？要不是你不让他吃饭，能出这么多事吗？咱家到底是谁不消停？后妈只给亲女儿留饭，苏珍就去厨房把肉炖了。奶奶心疼的大发雷霆。杨莲花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即就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。哎呦，我这都养了一群什么白眼狼啊！我不让他吃饭了吗？我这么抠抠搜搜、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，都是为了谁啊？现在你居然还嫌我不消停了？这到底是岁数大了，处处遭人嫌了。苏正国蹙着眉，觉得他妈好像有点不可理喻。奶奶快别坐在地上，你这身体哪受得了啊？爸爸，你快把奶奶扶起来啊！别碰我，我可用不起你。这个家我不管了，有能耐你顿顿给这小野种肉吃。说完，他起身回了房间。苏宝珠立即追了过去。不多时，杨莲花却拎着个小布包出来。老二套车，送我回你舅舅家。苏正军没办法，只能顺着他。苏珍也转身回了自己房间。我知道你是心疼苏珍，但妈毕竟是咱的长辈，你实在不该对妈是那个态度。妈也确实不可理喻，妈做的就够可以的了。当初大师算出苏珍刑克家人，妈没有不管她的死活吧？你看像苏珍这样的有几个？昨天她还打了我和宝珠的耳光，就刚刚若不是你拦着，她就对妈动手了。自古百善孝为先，更别说对长辈动手，你就是太惯着她了。他这一番断章取义的安慰，让苏正国对苏珍那点愧疚也所剩无几了。珍珍这2天确实受了委屈，咱们又都偏心宝珠，她心里不痛快也正常。全家人不都在让着她吗？就是闹也得有个限度吧。你看看家里被她砸的还哪有好地方了？老太太坐在地上，宝珠急忙屈服，见我被扣了饭菜，她心疼的给我擦脸。昨晚苏珍要打你，她也是第一个冲上去。偏心这样的女儿不太正常了吗？换作是你，你心疼谁？那也不能一个留饭一个不留啊，想教训可以，但不能让他饿着肚子了。他欺负我的时候，你也没说替我说一句，你觉得他看得上我给他留的饭吗？搞不好还要以为我下毒害他呢。怎么可能？你跟宝珠都能处得跟亲母子似的，珍珍也不是个不讲理的孩子，你对她好，她总能感觉到的。你偏心的也别太过分，至少不能像今天这样让她看出来。行，那你去找他谈谈吧。这眼瞅着该做饭了，他不得又把桌子掀了。我去找他谈谈。他起身去敲了苏珍的房门，房门打开，苏珍浑身戾气盯着他。我有话跟你说。看来你媳妇吹枕边风的功力见长啊，这么快就把你打发过来了。我们进去说。他说着进了房间，那种阴暗的感觉让他皱起了眉。这房间原来这么小这么黑的吗？有话赶紧说，我还要睡觉呢。今天早上这件事是我们不对，但你也把你奶奶气走了，你也应该消气了吧？怎么，你们饿了想做饭，怕我捣乱？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让你阿姨做点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吃。那你小心我砸了你们的锅哦。松珍，我好声好气跟你商量，你还没完没了，非逼我对你动手是吧？又是你那好媳妇怂恿你的吧？你能承担得起打我的后果就行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是我想怎么样吗？哪一次不是你们先找茬？总不能你们想挑衅挑衅，想休战就休战啊！都是要嫁人的人了，到时见你情绪这么不稳定，万一退婚了呢？没办法，摊上你们这样极品的一家人，我能情绪稳定才奇怪了。陆首长是在战场上血雨腥风拼下来的，我想他一定能够理解我的。能嫁就嫁，嫁不出去也是我的命。那样的话，我就耗死在你们苏家不也挺好吗？没准你们会走到我前边呢。松珍，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放心，若你真被气死了，我会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的。我是你爸爸，你就这样诅咒我？小时候的你多懂事多听话，可小时候的我你不珍惜啊，非要听信什么我刑克家人，那么小就把我送走了。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？你还想让我对你有多少感情？我承认这么多年没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，但我再尽力弥补，你差不多就行了。如果当初有别的办法，我也不想把你送走。苏正国，你真没爱。你说什么？让邓蓝莓和苏宝珠中午不许吃饭，然后再让他们过来跟我道个歉，我就不捣乱了。
好，我这就让他们过来给你道歉，一会儿再让你阿姨给你做点好吃的。明明提醒过她很多次，苏宝珠就是邓蓝莓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她好像一点都没察觉呢？奶奶被气得回了娘家，父亲找苏珍和解，却被对得无言以对。没一会，邓蓝莓就带着苏宝珠进入房间。姐姐对不起，我今天不该撒谎，我也是不想让外人看了咱家的笑话，所以才故意说饭也给你留了。珍珍，今天早上的事儿是阿姨不对，我是气不过你昨晚打我那一巴掌，咱母女没有隔夜仇，你别生气了，阿姨去给你做饭，你想吃什么？吃红烧肉吧。这家里确实没肉了，就那一块肉不都被你炖了吗？妈，我看还有鸡蛋，要不给姐姐炒个鸡蛋吧？行，珍珍，炒鸡蛋行吗？看着这热情的娘俩，苏珍满腹狐疑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娘俩不会是要下毒吧？苏珍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坐在了餐桌上，邓蓝莓和苏宝珠都退到了后边，看样子是并不打算吃饭的。苏珍瞥了眼桌上的饭菜，先是给苏正国夹了一块鸡蛋，爸你快吃。老父亲一脸感动的应了声，当即吃掉碗里的鸡蛋。邓蓝莓毫无反应，苏珍又给苏可欣夹了一块，你也吃。吃吧吃吧，快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，看样子这菜没毒。他筷子抡到飞起，几乎是风卷残云般的吃掉了桌上大半的饭菜。第二天下午，吕宗阳如约来到了苏家。这件事是宝珠有错在先，是我家对不住你们，以后若有什么力气活就跟叔说，盖个房子垒个院墙啥的我都可以帮忙的。对，你就是宝珠的亲哥哥，咱两家还是要勤走动，晚饭你就在这吃，正好跟你叔喝点。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婶子了？那有什么麻烦的？反正没什么好菜，你别嫌弃就成。怎么会？宝珠总说婶子做饭好吃，我今天可算是有口福了。苏珍猫在自己的房间研究小玉瓶，她乐此不疲地把东西收进去后再拿出来，越玩越觉得神奇。姐姐出来吃饭了。苏珍刚拉开门就看见了吕宗阳。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原来是你前未婚夫来了啊！什么呀？人家吕宗阳是过来退婚的。那你这么高兴是因为终于甩掉了你这个未婚夫？我哪有？你以前不是天天围着吕宗阳转吗？难道跟别人睡了一觉就忽然不喜欢了？姐姐你可别取笑我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吕宗阳是自从看见苏珍那双豆豆眼就没在她身上挪开过。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在想我们好像是同学吧？不认识，少跟我攀关系。珍珍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因为从小就没人教过我啊。没事，叔咱吃饭。今天宗阳在这，我还特意熬了鸡汤。说着，他拿走了吕宗阳和苏正国的碗去外屋盛鸡汤。妈，我来帮你吧。姐姐、二叔，我帮你们去盛吧。越来越觉得这母女俩诡异的可疑。主人，检测到有人对你不利哦，他们在给你的鸡汤里下药呢。什么下药？在吕宗阳过来的时候下药？这娘俩肯定是想把我和吕宗阳安排在一起啊！吕宗阳肯定是知情的，否则他那双眼不会总往这边瞟。既然如此，那也送他们一份大礼吧。快速整理好思绪，苏珍在心里问小玉萍：“能帮我把那药收进来吗？”距离有点远哦。苏珍便起身冲去厨房。苏宝珠听到脚步声，急忙把一个小纸包塞进了裤兜里。苏珍不动声色地喊了声收，那包药就被收进了她的小玉瓶里。姐姐你怎么出来了？你都这么懂事，我不也得表现一下吗？否则你妈又该嫌我光吃饭不干活了。不用，我和宝珠端就行。你回去吧，我来端，否则我爸又要说我不如苏宝珠懂事了。真想帮忙，你就让他帮吧。好在药已经下完了，宝珠只要端过来就可以了。不多时，苏宝珠把下了药的那碗鸡汤放在了苏珍的跟前。苏珍把一碗给了吕宗阳，一碗给了苏正国。苏正国见儿子正眼巴巴盯着他的碗，便把自己的这碗给了苏可欣。众人落座后，邓蓝莓就极力推销自己熬的鸡汤。都尝尝，不知道炖的好不好喝，我可是炖了1个多小时呢。大家也都很给面子的喝了。邓蓝莓看着苏珍喝掉了鸡汤，偷偷跟苏宝珠对视一眼。这顿饭从傍晚吃到了天黑，酒也喝完了，苏珍就回了房间。很晚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谁知话音落下，他又跌坐在凳子上，然后脑袋哐的一声磕在桌子上。要不就让宗阳在这住吧，反正咱家地方也够住。行，你安排吧，我先去睡了。妹妹给姐姐的饭里下药，被小玉萍及时提醒，苏珍将计就计。次日，杨莲花一大早就让自己大哥把她送了回来，还没到家门口就看见里里外外聚满了人。大哥，你快点，我家好像出事儿了。怎么有这么多人？不会陆家人已经来了吧？不能，他们每次过来都是开车过来的，这显然不是。这些人也真是闲的，一大早都聚在你家干啥呢？说着，又朝毛驴挥了下手里的鞭子，毛驴这才哒哒地跑了起来。到了家门口，一个妇女急忙朝他迎过来。哎呦，杨老婆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家出大事儿了啊？怎么了？我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因为小孙女跟老吕家那小子滚到一个被窝去了。老吕家？哪个老吕家？
还那个邹爆主原来没对象，叫什么宗阳的？什么？你说宝珠又跟吕宗阳搞到一起了？这可怎么跟陆家人交代啊？不是爆主，是你家金慧。金慧，要是金慧嫁过去倒也行，还省得退那800块的彩礼了。但可惜他妈跟郑军也，哎呦，我是说都没脸说啊！你快看看去吧，真是作孽。什么？可心他妈跟谁？郑军他们怎么能搞到一块去了？杨莲花2条腿朝屋子里跑去，看到房间的场景时，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朝后倒去。杨百福急忙在他身后扶了一下。大铺上，苏金慧和吕宗阳在一个被窝，邓兰梅和苏正军也是一个被窝。村里的赤脚医生正在给苏正国把脉。奶奶，你可回来了，爸爸妈妈他们都叫不醒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应该是吃了什么东西引起的中毒。怎么会中毒？你们昨天吃什么了？有鸡蛋炒柿子，有菠菜，有花生米，还有鸡汤。这些不都是家常菜吗？应该不能中毒吧？这些菜当然不能，但若有人在菜里加了什么东西就不一定了。你是说有人故意在菜里下毒？你去把苏珍给我叫来。要是菜里被人下毒，除了他不可能是别人。我不敢去叫，我怕他打我。怕什么？就说奶奶让的。杨莲花几步跑到里间，见苏宝珠还在睡，她急忙伸手拍她的脸。宝珠，你醒醒！苏宝珠还揉揉发疼的额角，缓了好一会儿才看到满院子的人。什么情况？是不是苏珍和吕宗阳被抓奸在床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你可醒了！我还想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苏宝珠不明所以，几步就去了另一个房间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吕宗阳抱着的怎么是金慧？完了，一定是苏珍。娜，是苏珍算计了我吗？杨莲花猛地出去，直奔苏珍的房间，气急败坏地喊：大哥，给我劈了这个门！真的要劈？劈就是这个丧门星成天没个消停，我今天非得打死这个小畜生！杨百福2斧子下去，房门就被砍烂了。杨莲花刚想推门进去，房间门却忽然在里边打开了。苏珍昏昏欲睡地站在那，杨莲花扬手就给了一耳光。你个狼心狗肺没良心的玩意，没想到你还真想害了我们全家。我说你是有什么大病吗？还是觉得找到撑腰的了就可以随便打我？你怎么能对你奶奶动手？拜托你有个长辈的样子好吗？他无缘无故上来就打了我1巴掌，你是瞎了吗？郑芳如像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气喘吁吁就冲着东屋跑了过去，紧跟着就是啪啪的巴掌声。邓兰梅，你个不要脸的！平时看我家郑军就妖妖娆娆的，我才回娘这一天你就开始勾引我家郑军，你看我不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！20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都中毒了，我妈她是神志不清。你闭嘴！你跟你妈一样不要脸，你们还真是母女。20，你女儿也跟别的男人睡在了一起，你还有脸骂我？闻言，郑芳如难以置信地看向另一边抱在一起的男女。金慧，我的女儿苏正军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对得起我吗？咱女儿都被欺负了。苏正国和苏正军醒过来了，正茫然地四处张望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倒打一耙啊！你们这是怎么会这样？这个老太太刚从老家回来，就发现家里出事，气得差点晕过去。你居然在饭菜里给他们下毒！你是不害死我们全家就不肯罢休啊！你说什么下毒？你的意思我们的昏迷是因为被人下毒了？你在装什么？你敢说这不是你干的？那我也中毒了啊！我可能连我自己都毒吗？我从昨晚吃完饭到你们砸门前一直都在昏迷，要不还用你们砸了我的门？那不是你还能有谁？在饭菜里下毒自然是做饭的人，饭又不是我做的。不可能，妈做饭是我全程跟着她的，而且她也中毒了。而苏珍一个人一个房间，没准她早就醒了，就是不开门呢。若按你这样说，你妈也有可能是装睡啊。她怎么可能是装睡？你看她都没反应。是不是装睡？我试试就知道了。说完，他朝着邓兰梅的脸上就扇了2个耳光。你看，这不就醒了吗？看来你妈装睡的演技也不行啊。我以为她至少能多坚持一会儿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郑芳如一步就上了炕，直接骑坐在他身上，朝着他的脸上就左右开弓。你个不要脸的，居然把主意打到我男人身上！你真当我郑芳如是吃素的？你看我不抽死你！你干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20，你冷静点，这件事我妈也是受害者，你应该找苏珍算账，是她给我们下的毒。你们娘俩做的好事儿往我脑袋上扣，是想找死是吧？苏正国去拦了郑芳如，但苏正军以为苏正国也要动手，也扑了上去。4个人已经打得乱作一团，地上的苏宝珠完全是被苏珍单方面的虐。都给我住手！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！没听见大夫说你们是中毒了吗？我刚在你家的灶台边上发现了一种苯二氮卓类的兽药，他们应该就是喝了鸡汤，所以大家才会昏迷不醒。
居然还是兽药，这是自己有先见之明，否则今天躺在这被秃梦星子噎死的也是我了。苏珍抬脚朝着苏宝珠的肚子就踢了过去。你们娘俩还真是狠毒啊！你个搅屎棍，没听见你舅爷的话？你踢宝珠干什么？那你没听见戴夫叔是在灶台边上发现的毒药吗？那不是邓蓝莓就是苏宝珠啊！昨晚我就发现这娘俩在灶台边上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他们干的。你胡说，我和妈妈只是想给你们盛鸡汤，你也去端鸡汤了，也可能是你下的药啊。对，我和宝珠可以互相作证，我们真就成了个鸡汤，什么都没干。倒是苏珍这几天口口声声说要我们的命呢。是啊，奶奶，要是我下毒，怎么可能给我和我爸妈下毒？但苏珍恨透了咱们家，也只有她才会这样干。这番说辞瞬间说服了大家，一个个不自觉的点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不问苏宝珠呢？3天前他跟陆景鹏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他是想把所有人都变得跟他一样，找一个更劲爆的话题盖过他那件事儿啊，这就是苏宝珠的目的。你放屁！我就算找个更劲爆的话题，也只会找你。我把你安排给吕宗阳不是更好？何必让金慧来？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吧？你不是没找我，而是因为我晚上有锁门的习惯，你才让金慧上的。为了更劲爆，就又把你妈跟二叔凑到了一块儿。幸好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否则被你陷害的就是我了。苏宝珠，你真是好恶毒的心肠。我承认什么了？我只是打比方，是你设计了他们诬陷给我。那你说为什么大家都没醒，你却比谁都先醒了吗？你刚刚在那装昏迷，要真是我下的毒能放过你吗？让你跟吕宗阳睡在一起，不是更能报复你吗？是啊，苏珍把我跟吕宗阳弄到一块儿，那肯定就嫁不进陆家了。可她偏偏没这么做。杨莲花狐疑的目光看向苏宝珠，奶奶，我是被你喊醒的啊，怎么能怀疑我呢？你被奶奶喊了2声就醒了，你还不如你妈会演戏，好歹你也装装样子啊。我根本就没装。再说苏可心才是第一个醒过来的人，这不可能吧？她还这么小，能知道什么啊？不可能是可心，她被吓得哇哇大哭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爸，你还记得当时邓蓝莓是端着你和吕宗阳的碗出去的吗？因为我突然出去，他们的计划被我打断了，所以你那碗他是还没来得及下药。而你当时心疼儿子，又把鸡汤给了可心，否则他这么小，没准真就被毒死了。过来，你今天早上醒过来都干什么了？实话实说。我看见爸爸被挤到了一边，妈妈还抱着二叔，可我怎么喊他们都喊不醒。我又去找邻居李奶奶，她见我哭就陪我去看，然后她就让我去找大夫。苏珍将计就计，让全家人吃药昏迷，然后把责任推到苏宝珠身上，就连奶奶也信了。做得很棒，大家看见了吗？是可心找人救了你们，否则你们昏迷时间过长，应该也会有危险吧？当然会有危险，昏迷时间过长会导致脑缺氧、肢体瘫痪、植物人，甚至是死亡。看看，奶奶你听见了？幸好昨天你没在家，否则你这么大年纪，要是也中了毒，能不能醒过来还真不好说呢。说起来，奶奶你那天为什么要去舅爷家啊？宝珠让我回娘家住2天，没想到宝珠安排吕宗阳过来退婚，再给他们下药，制造出这样一场丢人又现眼的闹剧，把一切都推到苏珍身上。难怪那天邓蓝莓神神秘秘地说宝珠有办法让苏珍妥协，原来这就是他的办法。苏珍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和宝珠只是算计怎样分配才能每人都能分1碗鸡汤。再说他下药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所以你就是他的帮凶喽？我想你们一开始就是想栽赃嫁祸给我的，但没想到你们的计划翻车了。苏宝珠居然连你这个亲妈都算计了。爸、二叔，你们仔细想想，昨晚我端着汤碗回来后，剩下的鸡汤是不是都是苏宝珠自己去盛的？两兄弟对视一眼，都郑重的点了点头。不是的，苏珍她胡说。奶奶你相信我，我是来守护苏家的，我怎么可能恨你们？他说着，跪爬着去抓杨莲花。只见苏宝珠的裤兜里露出一块包装纸的一角，苏珍就在众人注视下一把拽出了那个包装纸。苏宝珠当即大惊失色，大家清楚的看见包装纸里边还有些残余的白色粉末。医生，你快看看。医生接过，先是闻了闻，又舔了舔。是，这跟我在灶台发现的白色粉末一模一样。妈呀，还真是爆竹干爹。那还有假，都被抓现行了，这不是证据确凿吗？幸好小招娣聪明，若不是她一点点分析查到证据，还不得被那杨老婆子打死。其实我一直想说，哪有放着亲孙女不疼却疼个外人的？什么宝珠是来守护苏家的，也总为杨老婆子信。现在看到了吧？谋害他苏家的不也是苏宝珠吗？可不，到底没什么血缘关系，这是一个都没放过，下手可真够不计后果的。他哪管你以前对他多好，羊肉贴不到狗肚子上，不是自己亲生的就是不行。杨莲花脸色铁青，一巴掌扇在苏宝珠的脸上。苏宝珠，自从你来到这个家，我对你咋样？我对你比对我亲孙女都好，可你居然想谋害我全家，你是怎么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的？没有，奶奶，给你用手打多疼啊，用这个打。杨莲花一愣，一时不知该不该接。拿着啊，前2天我被苏宝珠抢了未婚夫，你抽了我29下呢。现在苏宝珠谋害的可是咱们全家，你不打死他说得过去吗？
闻言，杨莲花接过鸡毛掸子，两手就朝苏宝珠打了过去。娜娜，我没想谋害全家，不是我，是苏珍害我。这声音简直太悦耳了。苏珍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，看着被打得翻来覆去的苏宝珠。可以了，一会宝珠被你打死了。宝珠可是来守护咱苏家的，当年若不是宝珠救你，你就危险了。娜娜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你？药都在你兜里搜出来了，我们哪里就冤枉你了？对，是他就是他，赶紧内讧起来吧。苏宝珠看着苏珍那个得意的样子，一股火气蹭蹭往上冒。行，我承认这药是我下的，但我只给苏珍一个人下了药，设计她和吕宗阳在一起，想着这样她不嫁也得嫁。但我发现我下药的纸包丢了，以为是掉在灶坑被烧了，就没当回事。应该是苏珍捡到了这包药下到了鸡汤里，所以我们才会全都中药了。是呀，要是苏宝珠干的，她怎么可能还把那纸包留着？苏宝珠，你还真是好一张能言善辩的巧嘴啊！难道就不能是你得意忘形忘了扔？若不是你自己把纸包露出来，谁会想到是你干的呢？都怪这苏珍发疯，这老杨婆子也真是偏心偏的没变脸。可不，这是宝珠自己暴露了那个纸包，否则小招娣还真不一定能摘得出去。宝珠就有张嘴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但你看看她整出来一出一出的，哪像个正常小姑娘啊？你看大家都看明白了，你不但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，你还主动暴露了作案证据，你还狡辩什么？如果你非说只是想给我一个人下呀，我就直接报公安了，到时你还是进监狱待着吧。这苏珍是真能下拜，我都要怀疑昨晚的事儿真是自己干的了。苏珍，你得意什么？就算我嫁不进陆家，你谋害全家也照样嫁不进去。说我谋害全家就把证据拿出来，这又不是比谁的嗓门大，你还是想想一会儿陆家人过来你要怎么解释吧。娜娜，奶奶，你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啊！你打他那几下还没打我的1半多呢，就觉得这样的惩罚能服众吗？苏宝珠掉落药包，露出马脚，奶奶对其大打出手，左邻右舍纷纷指责。苏珍，你就非要这样报复才甘心吗？你和宝珠都是要嫁进陆家的人，应该互相扶持。那陆燕里病殃殃的还没什么本事，说不定以后你还要靠宝珠帮衬呢。我报复他？你没看见是你女儿要谋害全家吗？我还指望她帮衬我，她能不能嫁进去都两说呢。陆燕里身体确实不好，但谁说她不能好起来？她若能好起来，陆家不早就给她治了。宝珠也是为你好，万一哪天陆燕里死了，你不是要给她守一辈子寡了？苏珍脸色大变，几步上前，朝着邓兰梅的肚子上就猛踹了一脚，整个人呈 C 字形飞了出去。你倒是会给你女儿脸上贴金，她那是为我好吗？她是想让我变得跟她一样不要脸。你怎么不诅咒陆景鹏会死无葬身之地，苏宝珠会被家暴的生不如死呢？哎，苏珍说的好像也确实有理，当妈的这样诅咒人家确实不合适。你们说，苏珍为什么总说苏宝珠是邓兰梅的亲生女儿啊？难道宝珠跟邓兰梅真有什么关系？邓兰梅不总是偏心宝珠吗？估计苏珍就是心理不平衡才故意这样说。你们不觉得宝珠真的有点像邓兰梅吗？是有点像，可这也不可能啊！宝珠是杨老婆子在孤儿院抱回来的，那时邓兰梅还没嫁进来呢。苏珍打我，你们就这么看着？我这不是在为她着想吗？我希望她们小姐妹和睦相处，互相帮衬，有什么错？你的互相帮衬就是让我放过下毒害我们的刽子手，这叫为我着想啊！他除了坏还蠢。行了，你们先把家收拾收拾，一会儿陆家人就来了，这件事待会再说。奶奶又想这么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啊？苏珍，我又没说这事儿不解决，你用得着这样的理不饶人吗？看你这话说的，没理都得占3分呢，有理我为什么要饶？他苏宝珠伤害了我，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去找大队长或者报公安了。那你就非得让陆家人看了这个笑话，取消了这门婚事就好了。奶奶，咱做人得有良心啊，让人家早点看清他们要娶回去的是个什么玩意，总好过几天给你退回来要强吧。苏珍，你差不多就行了，宝珠已经被打得很惨了，你们确实该互相帮衬，闹大了对你也没好处。苏正国，你对你养女还真是疼爱啊。那陆燕里没什么工作，你嫁过去还不得喝西北风，到时还不得指望宝珠。你这次放过她，她也会念你的好。放心吧，老公是我自己选的，就算我吃糠咽菜也求不到他苏宝珠呢，更不会回你们苏家寻求帮助。我只希望你们不要在苏宝珠对你们不闻不问的时候又过来找我，那就真的太不要脸了点。你想太多了，我儿子女儿一大帮，就是死也求不到你身上去。那真是最好不过了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那就顺便给做个见证吧，到时他们流落街头无依无靠的时候，可别说我不孝。你不用煽动大家，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只希望你能离我们家远点。就是，这是我的家人，我怎么可能让他们流落街头？你以为我会像你这样没良心？你是该有良心啊，毕竟你替我享受了苏家10多年的疼爱，照顾他们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希望我走后
你们家能和和睦睦，其乐融融。洋洋，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嚎声从外传进来，只见一个50多岁的女人带着3个大龄剩女跑进来。杨莲花眼见着那娘4个都进来了，她扬手朝着2人一人一巴掌打了过去。我怎么在这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洋洋，你怎么样啊？还认识抹布？我怎么不认识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被人欺负死都没人知道。你个不要脸的贱蹄子，离我儿子远点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得上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是你儿子欺负了我女儿，你咋不说是你们老苏家的女儿不要脸，主动送上门呢？你瞎吗？这是我家，你儿子在我家欺负了我的女儿，你信不信我报公安把你儿子抓起来？去报备，正好让公安断看到底是谁不对。你们把苏宝珠许配给了别人，还不想退彩礼，然后便让我儿子自己过来挑。要是苏珍，我们还能勉强答应，人家最起码长得好看，还是个大学生。结果你们居然想用苏金辉这么个丑八怪就想打发我们，赶紧把彩礼给我退回来，否则我告你们骗婚。苏珍一脚把后妈踢飞，吕宗阳的家人也恰好找上门，两家产生矛盾。郑芳如当即被气红了眼，上前一把抓住张美凤的头发。你当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？要模样没模样，要本事没本事。在你们这一堆老娘们当中，他都变得不阴不阳，跟个娘们一样了。我还觉得你儿子配不上我女儿呢。放开我，你个泼妇！你们在瞅啥呢？上来帮忙啊！闻言，3个女儿也蜂拥而上。没一会，郑芳如就落了下风。苏正军举步就赶了过来，抬脚朝着张美凤的后腰上就踹了一脚。你儿子欺负我女儿，你还带人来我家撒野，是看我家没人好欺负是吧？哎呦，老苏家太欺负人了！妈，你怎么样？你们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对我妈动手？二婶，你冷静点，既然都不想追究下毒的人，那出了这事儿就得想开点。以后2家就是亲家了，闹得太难看还怎么走动？谁要跟他们做亲家，我就是死都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他这种男人。我们更不想退钱，赶紧给我们退钱。行了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打架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刚才说有人让你儿子过来我家自己挑，是谁跟你说的？苏宝珠啊，他说你让我儿子自己来挑的，没相中就把彩礼给我们退回来。现在我们可没相中，你赶紧把彩礼退给我们。又是你！我刚才承认了的，我就是想让吕宗阳跟苏珍在一起，谁知道最后怎么成了金慧？郑芳如气得火冒三丈，她扬手一巴掌朝苏宝珠扇了过去。若不是你给他们下药，又把他们凑合到一起，我的女儿怎么会丢了这么大的人？你自己不要脸也就罢了，你还想毁了你的妹妹？宝珠只是想算计苏珍，是苏珍将计就计，把金慧弄到这个地步的。你就算要报仇，也先分清报仇的对象是谁。哼，你快给我闭嘴吧！你和苏宝珠一样不要脸，难不成今天这事真是你们合谋的？郑芳如，你长点脑子吧！苏珍说什么你信什么？你看看我们这一家人反目成仇，丢人现眼，这就是他的报复。少在那挑拨离间，要是苏珍报复，他能放过苏宝珠？你这么维护苏宝珠，他真是你跟哪个野男人生的吧？苏珍再也忍不住笑起来了，众人纷纷不解地看向她。二婶，你是咱家最聪明的人，什么意思？苏宝珠真是你亲生女儿？苏珍就是胡说八道，你也信？我嫁过来的时候，苏宝珠就已经在你们家了，她怎么可能是我生的？也许你就是怕我爸知道你未婚生女就不要你呢，所以你找人假扮道士找上了我奶奶，把你放在孤儿院的女儿苏宝珠调换到你身边来，这样你们娘俩就顺理成章的进了苏家了。苏宝珠让你丢了这么大的人，你居然还在帮她说话，这不奇怪吗？这有什么奇怪？事情都还没调查清楚呢，我总不能冤枉人，害我找的道士。你以为你爸和奶奶就那么好骗？我知道你在嫉妒宝珠，你奶的命都是宝珠救的，那我们偏心她怎么了？这跟血缘有什么关系？厉害，真是厉害！你们也都相信他的这套说辞。苏珍，你就不用挑唆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是宝珠错了，但她自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她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。你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还真是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啊！说到底也是你儿子欺负了我家金慧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欺负什么欺负？我还没说你们给我儿子下药伤害了我儿子身体呢。你们要么把苏珍赔给我们，要么就给我们退彩礼。居然想要苏珍！众人觉得张美凤胆儿真大的同时，又都下意识朝苏珍看过去。长得不美，想得挺美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你儿子配不上我。我儿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他不比陆家那个病样子强。你儿子什么货色，也配跟陆艳丽比？最起码我儿子身体健康，那陆艳丽能不能活到你们结婚那天都不一定呢。
话音落下，苏珍脸色陡然冷了下来，拿起菜刀朝他扔了过去。张美凤下意识一躲，刀直接钉在身后的墙上。哎呦，苏珍疯了！还不待他缓过这口气，苏珍已经到了他跟前，他拽出刀就抵在了张美凤的脖子上。真真，你冷静点。张美凤，你最好不要牵扯到我和陆艳丽，更不要说陆艳丽活不了几天这种话，否则下次这把刀扎的就不是你身后的墙，而是你，听明白了吗？好。忽然发现苏珍发疯也不是没好处的，苏珍已经跟陆家订婚了，不可能赔给你儿子。要么我们报公安让你儿子蹲大牢去，要么让你儿子娶了金慧，我们给他们订婚。为了婚事，两家大打出手。吕家想让苏珍嫁过去，被强烈反对。张美凤惊魂未定，却下意识反对。不可能，不行，金慧怎么能嫁给他们那样的人家？到那还不得被他们给欺负死？两人都在一起了，她不嫁她还能嫁谁？赖在家当老姑娘吗？哼！你们想嫁我们家还不要呢？你真以为什么人都能进我家门呢？现在这是什么？要讹上我们啊？我孙女不可能平白无故被你儿子这样欺负，若真闹大了，你这个大学生儿子就得进牢里，到时你儿子再想娶妻生子恐怕也难。你们真是欺人太甚，行，娶也行，但我家只有200块钱的彩礼，你得退还我600，那钱都是我家借的。苏宝珠800，我女儿怎么就值200了？张美凤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儿子进去蹲大牢？哼，去，我们一起去。你告我儿子祸害你家闺女，我也告你们给我儿子下药呢。我告诉你，200块都是我愿意给，我就是不给，除了我儿子也没人会要你闺女这个二手货。你张美凤，我跟你拼了！就在这乱作一团的时候，外边突然有人喊道：“陆家人来了！”苏珍急忙起身迎出去。苏珍，你最好不要多嘴，我若嫁不进去，我让你也嫁不进去。看给你吓的，你看我是那帮打鸳鸯的人吗？我巴不得你们生生世世在一起呢。邓兰没见杨莲花也出去了，急忙拉住还要跟张美凤干架的郑芳如。芳如，你冷静点，你嚷嚷的人尽皆知，丢的是咱金慧的脸。算了，200彩礼就200彩礼吧，保住孩子的名声最重要啊。感情嫁的不是你女儿了，你怎么不让苏宝珠200块彩礼就嫁过去呢？若不是她苏宝珠，我家金慧怎么会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？我要让公安把吕宗阳和你女儿都给抓起来。行了，你没看陆家人都来了吗？若宝珠真因为这件事不能嫁过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苏珍你是指望不上的，只有宝珠嫁得好，咱们才能都跟着沾光。我沾个屁的光！我女儿的一辈子都被苏宝珠给毁了，我还管她能不能嫁出去？行了，事已至此，你就是把他们都告了，金慧的名声也挽救不回来了。你不就差600块的彩礼钱吗？大不了这钱我私人补给你。你不给我行，另外我要1000的赔偿。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去哪给你弄这么多钱？大嫂可别谦虚了，如果你想让宝珠消停的嫁进陆家，怎么也得出点血啊。亲，过2天给你，现在就得给。我现在去哪给你弄1600块钱？那你给我写个欠条。好吧，等会给你写。亲家别生气了，金慧虽不是什么大学生，但过日子却是一把好手，嫁过去保证给你们生个大胖小子。你们花200块钱就能娶个这样的大姑娘，不亏。我跟你说，她大娘，我这就是看你面子，否则我家不可能同意她嫁进来的。对，没办法，孩子太优秀，一不留神就被人算计了。张美凤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在那阴阳怪气的说什么屁话呢？你搞清楚状况了吗？是我要把你儿子送大牢去。哼，把我儿子送大牢去，你女儿也得抽在家里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2个孩子走到一起，这就是缘分。你看咱另一个亲家也来了，咱们要不也出去迎迎？若儿子真跟苏金慧结婚，那我家跟陆家也算是亲家呢。陆家人已经进入院子，苏珍走过去，甜甜的跟他们打招呼：“爷、爸、陆首长。”既然跟老四都要订婚了，你叫我叔叔就行。是，叔叔。阿姨，这位是李阿姨吧？你认识？她是陆艳丽哥们儿的妈妈。忘了这个时候的我还不认识李彩芬呢，好像有点印象。哎，你李阿姨就是你们俩的媒人。你的伤都好了吗？都好了，谢谢你的药。不用客气。你家怎么这么多人？发生了什么事？算是好事儿吧。好事？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事啊。反正跟咱们没关系。那就好。陆景鹏像是第一次认识苏珍那样，总觉得她好像变漂亮了。在看到苏宝珠的那一刻，体会得更加真切。爷爷、奶奶、小叔、叔叔、阿姨、景鹏哥。苏宝珠打完招呼，陆家人却齐齐愣在原地。宝珠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就吕宗阳昨天来退婚，没想到他喝多了，跟金慧发生了那样的事，2家就打了起来。这苏家人到底还有没有底线？这一招他们还想用几次？
看看他这个熊样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你是说吕中阳不但欺负了金慧，他们一家人还打上门来？我这算是误伤吧？陆家人上门提亲，苏珍彬彬有礼，看到苏宝珠后震惊不已，众人跟身边人小声议论着，时不时瞥一眼苏宝珠，窃窃发笑。一道爽朗的女声响起，亲家，亲家。张美凤跑得磕磕绊绊，到了陆正廷跟前，一把抓上他的手。亲家你好啊，我是你另一个亲家，这是我儿子宗阳，他和金慧也订婚了，这以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原来他就是苏宝珠刚说的那个呀，两家闹成这样，居然还要订婚呢。他想把手抽回来，可怎么都抽不动。听说你是大领导，我是真为有你这样的亲家高兴。陆正廷用了点劲儿，终于把手给抽回来了。谁知张美凤又把钱淑云的手给抓了起来。亲家母啊，你看你明明比我大好几岁，但看着就比我年轻，难怪这一个两个都想嫁到你家去呢，去你家享福啊。哪有，城里人也得上班，顶多是不下庄稼地。那就行呗，在地里刨食，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，有能耐的不都坐办公室去了吗？你这话不对，无论哪个行业都需要有人坚守，没有你们老百姓辛苦劳作，我们这些城里人吃啥喝啥，所以说每个岗位都很重要。行了，见谁给谁上课，还是先进屋吧，外边太热了。苏珍几步上前，把张美凤推到了王思敏跟前。这也是你的亲家，怎么光盯着领导夫人了，厂长夫人就没瞧上眼啊？这小疯子又哪里惹到他了？怎么会？我这小老百姓没权没势的，敢瞧不上水，我这不还没来得及吗？哎妈，亲家，你咋这么年轻？这不知道谁能想到你儿子都要结婚了。阿姨，咱进屋。或许儿子的眼光并没那么差，至少在为人处事上不错。陆正廷坐在炕上，满腹狐疑地扫了眼众人，越看越觉得匪夷所思。亲家，我看这家里人怎么都受伤了呢？就家里人发生了一点小矛盾，咱还是谈谈两个孩子的婚事吧，你们觉得呢？那我们就定在2个月内完婚。2个月？太快了是吧？那要不4个月？老姐姐，那你说个时间，什么时候结婚你们说了算？要不1周吧？1周？那要是这样就好办了。不瞒你说，什么彩礼啊，4大件啊，我早就给我儿子准备好了。我是巴不得他今天订婚，明天就结婚啊。我也是巴不得他明天嫁过去啊。那咱就给他们1周后完婚。行，我们没意见。苏珍，你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住，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时修改。不结婚就住在一起不合适吧？大嫂想什么呢？是让苏珍先跟妈一起住，正好我姐在家还能陪陪她。要不我们明天去领证吧，这样住到你家就没人再说什么了。领证？你要跟我领证？结婚不得领证吗？你不想跟我结婚？没有，我的病可能活不了几年，以后她完全可以改嫁，但若领了证，那在档案上也是离异状态了。那你想让我没名没分的跟着你啊？怎么会，肯定会过彩礼，摆酒席的。不过你要是想领证，那就领。那我们明天就去领证。好。哎，这不行啊，是我和宝珠先定下来的，要结婚也是我和宝珠先结啊。长幼有序，你还能结到你小叔前头去？那不是啊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我不管，我和宝珠也明天领证去。你到22周岁了吗？去领证。你媳妇这样，你带她去领证，不知道还以为你家抱了人家。就算不领证，但婚礼还是得抓紧，要不就跟苏珍他们一起办吧。不行，你们另找日子。还是另找个时间吧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也不能草率。景鹏，这我们可还什么都没准备呢，就是再快也得给我们1个月是吧？行，那婚期就定在1个月后。那苏珍的彩礼你放心，还是2888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当然行。李阿姨，你把彩礼给我就行。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一直到15岁能干活了才被接回来。奶奶说我没白吃苏家一口粮食，那彩礼她拿着良心上过不去，你给她也不要，还是给我吧。李彩芬看着苏珍愣了下，随即便心领神会地笑道：哎呀，老姐姐，没看出来你这么通情达理啊！孩子们摊上你这样的奶奶，可真是他们的福气啊！要不说你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孙女呢？张美凤强制攀亲戚被苏珍打断，杨莲花想要彩礼也被巧妙拒绝。杨莲花一张脸笑得比哭都难看。也没有，都是孩子们自己争气。那可不是，一般人家哪舍得把彩礼给孩子啊？我真是看不惯这样的人家，那跟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要不人家说船走得远不远，那全看掌舵人呢。老姐姐，你这个掌舵人当的绝对是这个。哎呦，没有，都是孩子孝顺。那天苏珍还说家里的电视冰箱要给我们换一个呢，是吧珍珍？
是，但奶奶这人勤俭惯了，说什么都没让，总说家里的东西能用就用，非让我把钱自己留着。奶奶，这次我听你的，但下次你可得听我的了。行，那下次听你的。这个儿媳妇挺好，至少不会轻易吃亏。既然彩礼是给苏珍的，那我个人再给苏珍补一份彩礼，钱不多，是我的心意。他说着拉开手里的包，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掏出一沓又一沓的大团结放在苏珍的跟前。众人的眼睛都看直了，见他从一沓数到了20沓。20沓，2万块。虽然彩礼有价，但你无价。不行，我不能要你这么多钱。那是人家给他的彩礼，为什么不要？苏珍是傻了吗？既然人家给这么多，证明他就值这么多。苏珍为什么总是这么好命？陆艳离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靠他爸爸贪的吗？他一个病秧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张美凤狐疑地盯着那20沓钱，伸手想去摸摸，却又被苏珍一个凌厉的眼神吓得缩回了手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这里不会假的都是假钱吧？你从哪弄到的这么多钱？陆艳里瞥他一眼没吱声，把大团结一沓一沓的装回到兜子里。这钱放在你这确实不安全，我先拿回去，等你嫁过去再给你。好。陆艳里又在兜里掏出一个用红纸包的信封出来。苏家人通情达理，对珍珍照顾有加。我作为她的另一半也想表示，这500块钱是给苏奶奶还有叔叔阿姨打酒喝的，还希望你们能对珍珍好些。杨莲花此时却差点激动的哭了，这么多年，她可终于见到回头钱了。你放心吧，珍珍是我的亲孙女，我怎么可能对她不好？你看看，打酒钱就给了你500块，是不是比你别的孙女彩礼都多了？是，还是珍珍最心疼奶奶，艳丽也很优秀，你们很般配。但今天奶奶无缘无故又打了我一巴掌，还冤枉了我，是不是得先跟我道个歉？要不这500块钱你拿着不心虚吗？今天是奶奶误会了你，等明天一定给你个交代。那你这次就听我的，把钱好好收着，算我们对奶奶的孝顺。好，奶奶给你拿户口本去，你们不是明天就要去领证吗？说完，匆匆忙忙走了。而陆艳里因刚刚这一番炸裂的操作，让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这那是什么病样子？这不就是妥妥的财神爷吗？本来人家娶个媳妇也就300-500块的事儿，结果到了苏珍这直接给了2888。最气人的是退婚后的苏珍，行情不降反升，从2888到了22888，这真是坐火箭都追不上。陆艳里一天连个班都不上，她哪来这么多钱？不会是那老两口把棺材本都拿出来给她娶媳妇用了吧？这让我儿子怎么办？此时，杨莲花已经笑容满面的把户口本递到了苏珍的手里，给，明天就跟艳里领证去吧。我能看看吗？苏珍往他那边凑了凑，把户口本递给他。你的学历怎么填的是小学？我当时都没上过学，能给我填个小学就不错了。我现在能考上大学，都是靠孤儿院一个爷爷教我的那些知识。他被陷害改造，落下了终身残疾，儿子儿媳老伴都没了，还有个孙女也失踪了。没办法，他就去了我们孤儿院。那是恩师了，等哪天我们一起去感谢他。不用了，他已经没了。别哭，我哪天陪你去给他扫墓。好。听着两人的对话，房间忽然变得鸦雀无声。以前就听苏家人说苏珍命中可嫁人，接宝珠回来是替他挡灾的，可苏珍都回来了，也没见他们有所不长，反倒是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的打过去。现在想想，那可是孤儿院，是没爹没妈没人要的孩子才会被送那去。像这样的家人，苏珍这样反抗就对了，这就是他命大，换做旁人可能得刮个几十回了。陆艳里给苏珍家彩礼惊呆众人，又给杨莲花红包让她感动落泪。有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她也能对生活积极一点。去吧，对咱们家人好的咱都该铭记在心。我哪天也跟你们去给她扫墓，谢谢她曾经照顾我儿媳妇。我也跟你们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们不总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？以前你们都没想去过，以后也不用去。康爷爷他喜欢安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珍珍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这以前也没听你说过啊，否则我们能不去看望一下吗？怎么别人都能去，自己亲爸爸却不让去呢？我婆家人是去感谢康爷爷把我养大，我爸去能说什么呢？也感谢他在孤儿院把我养大，那我康爷爷还不得撵你们家来问啊？我这有爸有妈有奶奶的，怎么就沦落到被送孤儿院的地步了呢？他能怎么说？说我妈把我新老婆在外生的野孩子接回去了，就只能把我亲女儿扔到孤儿院了。话音落下，众人大笑出声。苏珍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我都说了，宝珠和我没关系。邓阿姨，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不要觉得我没有证据就可以肆无忌惮。但你惹急了我也不介意麻烦一点去找出证据。郑国，你看看你女儿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，这么多客人都在这呢，
他也不嫌丢人。看看说的什么话，你赶紧给你阿姨和宝珠道歉。我给他们道歉，他们配吗？苏珍，叔叔，今天是苏珍跟我订婚的日子，你对她动手不合适吧？说完，他便剧烈的咳嗽起来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打他，你别激动。等下，你等下。苏珍说完就匆匆忙忙的到了外屋，用意念召唤出小玉瓶，往杯子里倒了点灵泉水，然后又急匆匆的赶回来。给，喝点水。钱淑云见苏珍端过来的是凉水，眉头紧蹙。怎么是凉水？夜里他不能喝凉水，还是去给他倒点热水吧。不用，就喝这个。陆燕里你就喝这个。苏珍，你干什么？我说了，燕里不能喝凉水，他喝凉水会更加严重。你是想害死他吗？就算你对你后妈有意见，也不能拿燕里的性命开玩笑。他话还没说完，陆燕里就猛地看向了他，那双眼充满警告。众人一个个盯着陆燕里，像是在验证什么似的。在一杯凉水下肚后，不但没严重，反而神奇的止住了咳嗽。就连陆燕里也很是惊讶，刚刚怎么都提不上来的那口气，像被这杯水一下子打通了呼吸通道，甚至还涌起一阵沁润的甘甜和舒爽。能再给我倒一杯吗？能，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他说完又出取如法炮制给他倒了一杯。陆燕里又是想也没想的喝掉，他顿时感觉浑身都轻松了不少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明明医生说他不能受凉的，可这怎么忽然就能喝凉水了呢？老四，你真的感觉好多了？怎么就没死呢？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燕里啊，你身体这样就别什么事儿都往前凑了。你说这万一有个好歹，是吧？对谁都不好。没事儿，燕里这都老毛病了，我们都习惯了。苏珍呐，燕里能看上你可是你的福气，但你嫁过来还是要改改你的脾气。万一燕里哪天被你气死，你可要守寡了。大嫂这是在开玩笑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把我当你儿媳妇教训了呢。我们夫妻有什么矛盾也不用你个当大嫂的来操心，人家说不知全貌不予置评，你有空还是关心一下你儿子和儿媳吧。他说着环看四周，正好跟邓蓝莓的目光对上，朝他邪气的勾唇一笑。陆燕里激动的咳嗽，苏珍用灵泉水给他治病，让不明真相的钱淑云生气。人家说选夫不好毁一生，娶妻不贤毁三代，可见选个品德兼备的另一半有多么重要。你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时间，还不如帮自己孩子好好把关。万一选个又蠢又坏又不要脸的儿媳妇和女婿，那俩孩子的前途可就被你们给毁了啊！你骂谁又蠢又坏又不要脸呢？窦阿姨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这明明是良言相劝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对号入座呢？难道你觉得你女儿和女婿又蠢又坏又不要脸？胡说八道！我觉得我女婿一表人才，好得不得了。就是，我看我儿子现在这个也比上一个好得多。好就好呗，要不怎么说红豆配相思，绿豆就只能配王八呢？人家就看对眼了，谁有办法？苏珍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就非要这么说话吗？看你说的，这不都跟你和我大嫂学的吗？这种玩笑你们听起来不觉得好笑啊？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呢，还有脸说别人？王思敏和邓蓝莓被骂得又是生气又是难堪，偏偏又说不过他。苏珍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能这样顶撞你的长辈？你到底懂不懂礼貌？你懂礼貌，还敢跟你小婶婶这么说话？陆景鹏顿时懵了一下，登时明白了过来。明天苏珍就跟小叔领证了，这还真算小婶婶了。小叔，景鹏也是好心提醒，不管怎么样，姐姐这样公然顶撞长辈就是有些过分啊。长辈？谁是谁长辈？你是想说他们年纪大吧？可惜了，这么大年纪连句话都不会说，当着我的面说我男人一会被气死，这种话合适吗？他的话音落下，房间变得鸦雀无声，众人看生怕下一秒，苏珍又朝他们攻击过去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让你不要招惹我？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呢？好了好了，看出来了，两个孩子的感情非常好，亲家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日子是俩孩子的，只要他们愿意，我们这当长辈的祝福就好。刚刚对苏珍的印象也降到了负数，现在明白苏珍这么生气竟是为了我儿子。老四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陆燕里瞥他一眼，没理他，而是转头看向苏珍。能带我四处转转吗？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装点水。不多时，苏珍拎着个老汽水的瓶子过来，装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钱淑云的眼泪掉了下来，陆正廷看见小声道：好了，你别哭了，你还没看出来儿子喜欢苏珍，以后你还是少说话吧。苏珍和陆燕里在小村子周围绕了一圈，她一手拎着水瓶，一手又要去揪路边的野花。你把水瓶给我拿着。你行吗？我没那么脆弱，一个水瓶我还拎不动。我只是不想累到你，毕竟咳起来并不好受。没事儿，你不是喜欢花吗？我拎着。好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喝点。陆燕里应了声，就这么看着苏珍在花丛中跑来跑去。
他好像很开心，是因为结婚开心，还是终于脱离他这个家开心呢？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苏珍跑了回来，把一个编织好的花环直接戴在他脑袋上。好看。我一个男人戴花。男人怎么了？美好的事物每个人都有喜欢的权利。是啊，美好的事物谁会不喜欢呢？你说的对，今天你家并不是苏宝珠说的那样吧？她身上的伤跟你那天被你奶奶打的伤一样。是苏宝珠想算计我，我让她自食恶果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我说她怎么看起来好像挺怕你？暂时的表面屈服，她是怕我把今天的事儿抖落出来，她就不能嫁给陆景鹏了。但你其实并不想抖落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要是想说，就不会只是威胁了。那确实，还是让他跟陆景鹏内部消化比较好，省得他们再去祸害别人。你不觉得他们在一起挺好吗？是挺好，等他们结婚后，你还可以拿出小婶婶的身份教训他们。对，哈哈哈。你看那是你后妈吗？苏珍顺着陆夜离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看到了邓蓝莓，一副鬼鬼祟祟，像是要干什么坏事的样子。这总不会是去哪私会情郎吧？你在这等我，我过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还不知道他去干嘛呢，被他发现就不好了。放心，我很快回来。要是他有同伙，你一个人能应付吗？没事儿，我学过散打的，像他那样的我一拳就能放倒一个，不会有危险。真的？真的。说完就朝邓蓝莓追了过去，追到望牛山了，邓蓝莓居然还要往上走。他来这干什么？邓蓝莓走到了一棵槐树跟前，贼头贼脑的东张西望，拿着个铁锹在大槐树底下挖呀挖，不多时就挖出个铁箱子，很快又在里边掏出一捆绑好的大团结。好家伙，邓蓝莓居然还有自己的小金库。看着他最后数出600块钱，这才把铁箱子又埋进老槐树底下。600可不是个小数啊，总不能他想替吕宗阳把那600块的彩礼补上吧？难怪张美凤一口一个亲家的叫着。苏珍见邓蓝莓走远，她用一个尖锐点的石头就把那个铁箱子给挖出来了。箱子打开，金灿灿的小黄鱼差点闪瞎她的眼，还有镯子、翡翠、古董字画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把东西拿回去慢慢研究吧。他召唤出小玉瓶，念了声收，箱子瞬间被他收进空间，又找了几块石头填在坑里，伪造成邓蓝莓刚走时的样子。可他刚起身想走，就听见了走过来的脚步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后妈都回去了，怕你有什么意外就过来了。是不是走得太快累到了？快喝点水。陆燕里直接往嘴里灌了几口，很快那被咳得窒息的感觉就好了许多。为什么我喝了你的水就不渴了？这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那最特别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亲手制作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可要快点把你娶回家。好。你追上你后妈了吗？她在这藏了私房钱，刚过来就是拿钱的，她给埋在这树底下了，只有藏在这才不容易被人发现。说的也有道理，那都拿走了？没有。我说你，难不成你还给他剩了点？你这人。不过像这种不义钱财，就算拿了也叫劫富济贫，行侠仗义。两人慢悠悠地走回了家，陆家人张罗着要走了，陆夜里又把他候补的2万块钱的彩礼拎回去了。我看这钱最后能不能给苏珍都不一定。是啊，给完又拿回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吧？就是给你们看看，你见谁家姑娘值这个价啊？没可不，人家光爹妈大酒钱就给了500，金辉的彩礼才200。苏珍自当听不见，她把装了灵泉水的瓶子递给他。我感觉我家这边的水质好像对你的咳嗽有帮助，我给你灌了点。谢谢，那我明天早上过来接你。好。苏珍刚进门就又听见了争吵声，是你儿子来我家喝醉酒欺负了我的孙女，要娶就800块钱，不娶我们就把你儿子送去蹲大牢去。你们刚不是答应200块钱的彩礼吗？你刚也看到了，陆家给苏珍的彩礼是22888，光是爹妈打酒钱就500，你觉得我200块能让你娶走我孙女？苏宝珠，你倒是说话啊！是你说不会告我，我才过来的，现在算怎么回事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让你过来也是想尽快解除婚约，谁知你却喝醉酒欺负了金慧。对，我儿子是喝醉酒嘛，那么多人可都听见是你算计了我儿子。我只承认算计了苏珍，可没说算计你儿子和金慧。你没有证据说我们算计了你们，但你儿子欺负金慧可有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现在流氓最多严重，搞不好就得枪毙。你也看到了，跟我们结为亲家，就相当于也攀上陆家这门亲戚，那以后处得好了，给你儿子安排个好工作。是啊，金慧是我妹妹，有什么好处？我还能忘了你们吗？要是过2年，别说800的彩礼，就是1000我都未必答应。真是人不要脸就天下无敌了，威逼了又嫁进去的吕家，那吕家还能把他的孙女当回事吗？算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是想个办法把杨莲花手里的钱拿回来吧。张美凤和吕宗阳最后妥协了，他们走后，苏宝珠拦住了苏珍。苏珍，你把我们算计到这个地步，很得意吧？苏宝珠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
我舒服多了。你是怎么弄的？为什么你没事我们却中了药？那还能因为什么？肯定是你们做了太多缺德事，遭了报应了呗。怎么样？替人背锅却又百口莫辩的滋味好受吗？被人打骂成这个熊样会很疼吗？你又一次被万众瞩目的感觉有新的体会吗？苏芝，你别得意，我们走着瞧。我老公以后可是要当首长的，你就守着你那个病样子过吧，用不了2年你就得守寡了，哈哈哈！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脚踹翻在地。苏芝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宝珠，知道我为什么没直接设计你和吕宗阳在一起吗？因为我要留着你慢慢玩。浑身上下大大小小的伤，让他不得不去找医生拿药了。刚要走，就见苏金慧在房间出来。金慧，我浑身都疼，你陪我去小大夫那拿点药吧。苏金慧想起今天丢的人，他这火气就蹭蹭往上冒。我才不去！金慧，今天的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我承认我也有错，你就别生我气了吧。你害我丢这么大的人，以后你让我怎么出门见人？你放心，大家就是骂也是骂我，就李宗阳这条件放在哪都是挺能拿得出手的，800块的彩礼还是大学生，最重要的是李宗阳对你也有意思。你别胡说，你从哪看出来的？你看我以前追他多带理不理的，今天李宗阳妈妈那么反对，他却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，这证明他是喜欢你的。一番甜言蜜语后，苏金慧被苏宝珠哄好了，而郑芳如也拦住了邓蓝梅。我的钱呢？芳如啊，我那钱不是为了弥补李家少给你的那600吗？现在人家正常嫁娶的金慧，还用我补什么？那我女儿就被苏宝珠白算计了，你就不怕我把你女儿送进去？哎呀，芳如，你话可不能乱说，你有证据吗？我知道你这老娘们不要脸，我跟你拼了！苏珍听到外边的动静，也好奇的在房间出来了，找了个小板凳，远远的看起了好戏。二叔，二叔！苏正军听见他的喊声便出来了，刚出来就看见郑芳如骑在邓蓝梅身上，一巴掌一巴掌的打。媳妇儿，别打了，你们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你以为张美凤没证据，我也没有吗？你信不信我把你和你的宝珠都给送进去？二叔，你怎么还抱着二婶不撒手啊？这不是等着被人打吗？你总不能跟你大嫂睡一晚上就睡出感情来了吧？你们这对不要脸的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把你们都送进监狱去。媳妇儿，你冷静点，我没有你拉着我让他打我。而此时，苏正国也从外边走进来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老婆魅力大，二叔不帮自己媳妇，却去帮你媳妇了。好家伙，抱着我二婶让你媳妇儿好一顿捶啊！亲爹啊，这绿帽子是给你戴的稳稳的了。苏珍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哪有？你敢说你刚才没抱着你媳妇儿让我那个后妈打？我这个外人都看不过去了。咱做人得有良心吧？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二婶吗？苏珍，你闭嘴！郑军只是想拉架而已。是，郑军没有想帮你，郑军只是想拉架，叫的可真够亲热的，才1晚上而已。这要是时间长了，你俩还不得就这么偷偷摸摸过上了？苏正国几步上前，薅着苏正军的脖领子就往外拖。很快外边就响起了兄弟俩打斗的声音，郑芳如又朝邓蓝梅扑了过去，兜里的那600块钱也掉了出来。苏珍无声的念了个收，那钱就进了他的小玉瓶。然后看见苏宝珠挽着苏金慧亲亲热热的从外边回来了。这么快就和好了？他呀，你们别打了。苏宝珠、苏金慧，你快点来帮忙啊！苏宝珠直接就抱住了郑芳如，邓蓝梅的巴掌朝郑芳如抡到飞起。金慧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妈都快被打死了，你还不把苏宝珠拽走？怎么还看着他们娘俩欺负你妈啊？苏宝珠，你好恶毒，你居然拉偏架！我哪有？我就是想让他们不要打了。那你怎么不抱着你妈让我妈打呢？两个小姐妹，一个薅头发，一个揪脖领子，没一会儿也打了起来。对吗？都打起来才对吗？别打了，我给你钱。那就快点呢，少在那磨磨唧唧。邓蓝梅撑着地面站起身，然后就在兜里掏钱。我钱呢？你又在耍花样是吧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没有，我兜里真有600块钱，就是我给你准备的，不知道怎么就没了。不会是你们早就捡走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故意冤枉我拿了你的钱，然后再讹我倒赔给你600呗？你赶紧给我拿钱来，否则我还打你。是你挑拨我们，我的钱也是你拿走的吧？你的钱？你哪来的钱？奶奶手里都不一定有600块钱，难道你拿了奶奶的钱？苏珍，你少在那胡说八道，那钱是我借的。是吗？你连个娘家人都没有，你跟谁借的？还一借就是600？你管我跟谁借的？你就说这钱是不是你拿走的吧？哈，我坐在这一动没动，怎么拿你的钱？你们是没事干了是吧？都去给我上山拔草去！奶奶，你快来！我后妈手里居然有600块钱，你快看看是不是她拿了你的钱？什么600块钱？钱在哪呢？后妈说钱兜了，我怀疑她是拿了陆艳丽刚给的爹妈打酒钱。奶奶，那钱可是我孝敬你的。杨莲花闻言脸色大变，急忙转身回了自己房间。
苏珍说着立即跟上，只见老太太找出小匣子，就在这时后背被人拍了下。你这倒霉催的崽子也不出个声，你吓我一跳。苏珍把钱收到小玉瓶里，此时自然笑得浑不在意。我这不是关心我给奶奶的钱还在不在吗？在不在也跟你没关系，一边去，以后少进我屋。行，我走。苏宝珠跟你一屋住都可以，我这亲孙女却连屋都不让进。见苏珍出去，他这才打开小匣子，然而小匣子里空空如也。钱呢？我的钱呢？你们真没看见那钱？就600块都是卷在一起的。杨莲花刚从房间出来，便听见了他的话，当即黑着一张脸问：是不是钱的外边还用个塑料袋包着？对，对你个脑袋对，你个手脚不干净的败家玩意，偷钱偷到老娘这来了，钱呢？给我拿出来。哎，什么钱？我小匣子里的那600块钱，你都拿去了咱这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啊！你赶紧给我拿出来。不是啦，我没拿你的钱，我那600块钱是我找人借的。那是1600，我这有你写的欠条，你别想抵赖。什么1600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哪有啊？我要是有不就不用借了吗？啊，你的钱真不是我拿的。不是你还有谁？你拿了我的钱还把它弄丢了？我家怎么娶了个你这么败家娘们？正国，苏正国。不多时，苏正国慢吞吞地走进来。又怎么了？你媳妇儿偷了我600块钱，你赶紧给我要出来去，少一分看我不打死你们。我没有，那钱是我跟人借的。跟谁借的？我们去问问。要是没借，那600块钱就是你拿了奶奶的钱。你管我跟谁借的？反正不是家里的钱。难道是跟你哪个鬼混的姘头借的？苏珍，你别太过分，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。你一个劲儿说跟别人借的，问是谁也不说，那肯定是见不得光的人了。我是跟小霞借的，不信我这就把他找来，你们亲自问他。你去找，跟让你们提前串供有什么区别？什么我就串供？行，我不去。宝珠你去。你们是亲母女，他去也不合适吧？我说了，我和宝珠没关系。苏珍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就非要跟我对着干？这么气急败坏干嘛？一点都不像你了呢。你不气急败坏，被人冤枉的时候怎么把家砸成这样呢？啊，原来邓阿姨也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还要打我，那这怎么不算得罪我呢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那你说让谁去？当然是我亲自去。你去不就是逼他不让他说实话吗？我也不相信你。行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一起去。奶奶，你觉得呢？行走吧。还没到李小霞家，就听见他骂人的声音传出来。没吃饭吗？你倒是10点进啊！你爸的衣服要多洗2遍，洗完了赶紧去做饭。这么大丫头啥活不干，就等着吃现成的呢。进了门，苏珍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井边洗衣服的小姑娘周颖。好歹当人家后妈的你装样子也好啊，什么都她做你做什么？就是奴隶你也得让人家喘口气吧。我说谁这么不会说话呢？原来是你呀！你在你自己家发疯还不算，还来我家多管闲事。我女儿我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倒是管不着，顶多就是去妇联帮你宣传宣传你是如何虐待子女的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了我虐待她了？干点活就叫虐待了。她身上的伤总不能是自己磕的吧？滚回去！周颖立即放下手里的衣服，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跑。等等，你腿怎么了？周颖回头委屈又凄凉地看了他一眼。他知道苏珍是想帮他，可他知道那会换来那个女人变本加厉的打骂，还是转身进了屋。你们这么多人来我家，不会就是来教我如何管教女儿的吧？不是，我今天中午不是跟你借了600块钱吗？我婆婆非说我的钱是偷他们的，这不过来找你来作证了吗？他一边说一边给李小霞使眼色。李小霞不动声色地点点头。是啊，梅姐是在我这拿了600块钱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明目张胆的串供啊！奶奶这话你信吗？当然不信。你说他借了你的钱，那你手里有他给你打的欠条吗？我们关系都这么好，哪里还用欠条啊？我相信梅姐不会赖账。你给我后妈的那捆钱有零钱，有用白色塑料袋包着。当然，我是现给她凑的钱，又给她包好的。奶，你看出来没？这就是你丢的钱，而且我感觉好像是有人提前过来跟她串过供啊。杨莲花犀利的眸子环视整个周家，忽然看到厢房后有个小脑袋缩了回去。谁在那？出来！是我儿子。但杨莲花并没信，而是直接朝那边走了过去，没一会儿就把苏可欣给抓了出来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你让你李婶子说借钱给了你妈的？
我没有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不说实话是吧？你看我不打死你！苏珍急忙好心的递给他一根边框的柳条，杨莲花结结实实的抽在了苏可欣的后背上，说是不是你跟你李婶子说借钱抵你妈的？是，奶奶你别打了，我好疼。好啊，我这是养出一家子什么样的白眼狼啊？一个个都想造反是吧？奶奶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就是怕你打我妈。妈你别打了，可心是你亲孙子啊。我就说我的钱总是对不上，原来都被你偷去了，这还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苏正国，你马上给我休了他，让他哪来的滚哪去。邓蓝莓，你赶紧把钱拿出来啊！我没有，那钱是我自己存的私房钱。你的私房钱也是偷我的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赶紧把钱给我拿来。奶奶你别打了，我们是你的家人啊，你怎么能听苏珍的几句挑拨就打我们啊？当时跟你进屋的只有苏珍啊，没准就是她偷完钱又栽赃假货。苏珍连钱匣子的边都没摸到就被我赶出去了，倒是你整天跟我在一个房间睡，是不是你帮你妈存的私房钱？我没有啊，奶奶我没有啊。没有，他是怎么攒了那么多钱的？我藏钱的地方就只有你知道，你敢说不是你？妈你别打了，我赔给你还不行吗？我就知道是你，你个败家玩意！钱呢？赶紧给我拿来！钱真的丢了，你等我明天借钱还你。我明天要是看不到那600块钱，我让郑国把你爪子给你剁掉了，我让你偷。说完，柳枝条一扔走了出去。李小霞一脸心有余悸的凑过来，梅姐，我终于知道你婆婆的狠了，亲孙子都舍得下手啊！今天谢谢你帮我还差点连累你。说这个干什么？你还是小心点苏珍吧，我看她可不是好惹的。若不能解决她，我看你在家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去。我知道。邓蓝莓不动声色地瞥了苏珍一眼，转身离开。苏珍给了窗户那个偷看她的小女孩一个等待的手势，这才转身要走。难怪梅姐总说会咬人的狗不叫，真没看出一向老实巴交的你，居然能把他们逼到这个份上。会咬人的狗不叫，你这不是叫的挺欢吗？你主人都走了，你在这表现给谁看呢？苏珍，你敢骂我是狗？果然是人狗殊途，跟你交流起来怎么这么费劲呢？苏珍，你以为这是你们苏家吗？你再骂我一句，信不信我抽死你？都说狗的智商能顶7、8岁孩子的智商呢，可我怎么看你像个智障呢？你找死！李小霞彻底被激怒，说完扬手就朝苏珍打了过去。苏珍抬手轻松地扣住她的手腕，抬脚就朝她的肚子踹了过去。李小霞，你最好别来惹我，否则我也不介意教你怎么做人。别再让我看见你虐待周颖，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真是欺人太甚！我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？不信你就试试。苏珍留下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走了。邓蓝莓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钱哪去了。不但要赔老太太的600，还要给郑芳如600，不对，是2200。就算把那东西出手也并不容易，很有可能就被抓了。这二婚的女人就是靠不住，有点钱就总想往自己兜里花了。还有那苏宝珠，不会真跟邓蓝莓有什么关系吧？郑芳如手里拿着个鸡毛掸子，凶神恶煞地盯着苏正军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想拉架，但没想到大嫂能趁机打你。我用你拉架，就他那样的我一个能打他俩。你抱着我让他往我脸上挠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别听苏珍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在挑拨离间呢。我跟大哥可不一样，我精着呢。那邓蓝莓就会甜言蜜语哄着大哥，其实早就给大哥戴了绿帽子。就这样的女人我都嫌她脏，怎么可能喜欢她？什么叫早就给大哥戴绿帽子了？我也不确定。就有次我去镇上，正好碰见她和一个老男人一起买衣服，但大嫂那笑就是故意在勾引人。怪不得每个月的14号大嫂都去镇上，该不会就是去见这男人了吧？你跟大哥说了吗？大哥那人没脑子的，再被大嫂狡辩2句，没准给我扣上个破坏他们夫妻感情呢。我可不说。媳妇儿，你放心，你没看我都洗澡了吗？我搓了好几遍呢，可不能让他脏了我媳妇儿。你这破茶壶就有个嘴儿。哼，明天我们一起跟他要钱去，不给咱就走。这还差不多。苏宝珠和杨莲花虽然还睡在一个房间，但俩人也难得的同床异梦了。是不是真的太偏心苏宝珠了？用苏珍的话说，她真是又蠢又坏又不要脸。苏宝珠与杨莲花背对背也在生气，事情已经越来越脱离掌控了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不但苏珍变了，杨莲花也打了我好几次了。我要利用妈妈的小金库挣到第1桶金，过上豪门生活，这样婆家才不敢轻视。苏家鸡飞狗跳，陆家也不平静。老四你怎么回事？无缘无故给苏珍补了2万的彩礼，你这么一弄，让我们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燕离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宝珠和苏珍都是苏家的姑娘，一个分毛没有，
一个就是2万多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是呀，小苏，今天宝珠还问我给他补多少彩礼呢，本来宝珠没有彩礼就够委屈了，你又多给苏珍2万，那你什么意思？要我帮你给你媳妇补2万的彩礼？我没有。那你们这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干什么？我补2万的彩礼，证明我媳妇就这么优秀。你要是觉得你媳妇委屈，你也给呗，我又没拦着你。我去哪给他弄2万块钱？弄不到那是你没本事，总不能因为你没本事就得委屈我媳妇吧？别人家的彩礼几百块，难道你就非要踩着你侄子才能凸显你的本事吗？这样你让景鹏怎么回他老丈人家？老大家的，你说什么呢？赶紧给我回去！爸，你也公平一点吧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。景鹏也是你孙子，你不能总这样偏心，一个2万，一个啥都没有，就这样的落差，搁谁心里能舒服？你这个大嫂有点小聪明，但不多。若不是你儿子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事，苏珍不会被打，更不会嫁给我这个病秧子。别说给他2万，就是给他20万、200万，都弥补不了他受的委屈。那是苏宝珠勾引他，所以他一文不值。你们居然还把他跟苏珍比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大家的，艳丽给的那2万块彩礼可不是我们给他的，我们提前也不知道。艳丽，你快跟你大嫂他们说说，你这钱是怎么来的？我的解释有什么用？我就算说的再天花乱坠，人家也不信。老四，你说话非要这么阴阳怪气吗？可比不上你们的兴师问罪。倒也不是兴师问罪，现在就是你掏了那么多钱，我们就不能不做点表示？想表示就表示呗。我说的一文不值，你们说他价值千金，我给2万，你们给3万，我不介意我侄子踩着我凸显他的本事。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家的彩礼都被苏珍给革去了，否则我们今天能丢这么大脸吗？若没有那2888的赔偿给苏珍，你儿子现在应该在蹲大牢。还有那2888的彩礼当中，我就给你们拿了2000吧，这相当于你们花了888块钱娶了个媳妇，还免了你儿子的牢狱之灾，这还不满意？要不我把你儿子送监狱去，888块钱我私人补给你们。陆艳离，你疯了吗？你凭什么把我儿子送监狱？那苏珍又凭什么要受你儿子这样欺辱呢？一家人闹到老两口，这也没闹出个所以然，反倒惹了一肚子气。次日，邓蓝梅一大早就悄摸摸的出去了，苏宝珠也偷偷摸摸跟了出去。妈，你等等。宝珠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我看你起了就来找你，你去干嘛？我去山上看看地。妈，你就别瞒我了，我知道你是去拿你的小金库，我也跟你去。你怎么知道我有小金库？要不你哪来的600块钱？自然是见妈妈你去拿过啊。你什么时候见过？就昨天中午啊。宝珠啊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。你是我亲妈，我还能害你吗？再说你小金库的钱不也是我的钱吗？我是傻了才会跟别人说，先借我点，到时我双倍还你。对，不行，我为你已经做了很多了，现在你已经嫁人了，以后也用不上什么钱，剩下的钱都是给你弟弟娶媳妇用的，你可不能碰。留什么留？那苏可欣就是个败家子，你给他多少钱都没用，到最后靠的不还是我？宝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们可是亲姐弟啊！从小到大都是我在照顾他，我也是你亲生女儿，给我和给他有什么区别吗？他能做的我也能做，况且我只是让你先借我，你用得着吓成这样吗？陆家有权有势，你想要什么没有？干嘛非盯着你弟弟这点东西？我和你爸就可惜一个儿子，我不指望他，难道指望你吗？你还真就得指望我？妈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苏可欣以后无恶不作，最后的下场就是被送进监狱。先给我拿1万块钱，我保证给你养老。谁知他话音还没落下，就被邓蓝梅打了一个耳光。苏宝珠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昨天你攀咬你弟弟的事我就没跟你计较，现在你居然这样诅咒你弟弟，张嘴就是1万块，别说我没那么多钱，我就是有也不给你。你居然打我，邓蓝梅，你居然为了苏可欣打我。是你太得寸进尺了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又给你找了个有钱有势的好婆家，1分钱彩礼没看着，你居然还要朝我要钱花，还要不要脸？你邓蓝梅，你不给我钱，等你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我也不会管你。我用你管？我有儿子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苏珍藏在隐蔽处，一脸无语。这母女俩还没到地方就能吵起来，不过这样好像更好玩了呢。他偷偷摸摸从小道绕了回去。此时邓蓝梅已经在家跟郑芳如做饭。苏珍啊，今天跟艳里领证也去镇上逛逛吧，想吃啥就买点啥，奶奶给你拿钱。以前不是丢了吗？还有钱？一会就有钱了。行了，你别热菜了，赶紧想招把我的钱还上。昨天我是看你把孩子差点打死，才说愿意把钱赔偿给你，但你的钱根本就不是我拿的，你还是去别地儿找找吧。你说什么？邓蓝梅，你皮子又紧了是吧？妈，你不能这么不讲理，我都没去过你房间，怎么可能拿你的钱？
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？那钱就是宝珠给你的。奶奶，我也没有拿你的钱，你是最疼我的人，我怎么可能把钱给别人？你可得了吧，你就有张慧说的嘴儿。若不是你偷我钱给你妈，她哪来的600块私房钱？奶奶，那600块也不是小钱，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又没说你是一次性拿走的，你只要每天偷一点，这么多年帮你妈攒600块钱也不是没可能。苏珍，你还笑？你赶紧把奶奶的钱拿出来！杨莲花想也没想就给了苏宝珠一个巴掌。你少在那攀咬别人，那钱就是人家苏珍对象给我的，倒是你个丢人现眼的玩意，不但1分钱彩礼都没换来，倒是养出个家贼来，你还好意思冤枉别人？奶奶，你这是伤刑啊！我不管你们谁偷的钱，把钱给我补回来拉倒，否则我就报公安去了。到时全家是怎么中的毒，我可不会帮你们隐瞒。能不能嫁去陆家我也管不着。还有我家的1600块钱不给我，我也去报公安。吃过早饭，邓蓝梅还是偷偷摸摸出去了。万一那死老婆子和郑芳如真去报公安怎么办？那宝珠的婚事肯定也得黄了。到了望楼山，他就拿着铁锹在大槐树下左挖右挖，可就是没挖到那个铁箱子。怎么没有了呢？他不信邪，又把挖的坑扩大了一圈，还是没有。是这个山，是这棵树啊，这怎么就没有了呢？苏珍就坐在炕沿儿上暗笑，也不知道陆艳里能不能赶上这出好戏。他还在心里念叨，却忽然听见外边有车子刹车的声音。来了，刚到外边，就看见陆艳里已经提着礼物下车了。下次来不用买这么多东西。我只是希望他们能看在这些东西的份上对你好点。放心，他们欺负不了我，我还能邀请你作为特邀嘉宾，看一场好戏。见陆艳里提着礼物，杨莲花急忙凑过来。哎呦，艳里来了啊！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买什么东西？应该的，算我替珍珍孝敬你们的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个就外道了。突然，邓兰没几步就从大门口跑进来，给了苏宝珠一个巴掌。苏宝珠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苏宝珠，钱呢？你把我的钱弄哪去了？什么钱？你在说什么？刚我让你给我装，那地方只有你知道，你敢不承认？邓兰梅，你是疯了吗？你无缘无故的打孩子干什么？你今早是不是去了那地方？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，别等我揍你。这邓兰梅说的钱，该不会就是苏珍昨天中午拿走的钱吧？你是说你的钱丢了？丢了多少？还是说你的整个小金库都丢了？邓兰梅，你该不会就是不想给我钱，才说钱丢了吧？苏宝珠，你还在这装什么？我昨天去那箱子还在呢，今天去就没了。你敢说不是你拿走的？我要是知道在哪，我不早就拿走了吗？我还用偷偷摸摸跟你一起？你就是个白眼狼，看我没答应给你，所以怀恨在心。趁我回来做饭的功夫，你去了望牛山拿走了我的箱子。我没拿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箱子，也不知道你藏箱子的地方。那你早上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？可心是你弟弟，你不能这么贪心。等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后妈，你的钱是被苏宝珠偷了吗？全部，他偷了我全部的钱，至少几万块。几万块啊！难怪能让你们亲生母女反目呢。后妈，你居然有这么多钱啊！当时众人如潮水般的议论起来。邓兰梅居然这么有钱。是啊，她在哪弄的这么多钱？你是在哪弄到的这些钱？那好几万块钱就都丢了。这下你相信我没偷你的钱了吧？我自己就有好几万，我用偷谁的钱？那箱子是我在后山一个坟地捡到的，估计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东西，我就暂时把它埋起来了。结果被宝珠发现了，就偷走了我的钱。哎呦呦，那可是好几万块啊！有了这些钱，什么冰箱电视买不来。宝珠啊，你说你个外嫁女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快赶紧拿出来吧！我说我没拿，你们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不是你还有谁？你现在拿出来，我答应给你一半。要是被我找到了，非打死你不可。除非你这辈子都不用那些钱。那么多钱我能藏在哪？我回来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拿。你们可别吵了，这还有客人呢。要么你们先去苏宝珠房间找找，要么报公安让公安来找。在这能吵出什么来？艳里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关系，这么多钱丢了确实是个大事儿，还是要好好找找。艳里啊，你跟苏珍去领证吧，我们在家也找找。那我们这就走。我给你准备好了水，在路上喝。苏宝珠，这什么？你还不承认？是在你这条裤子里搜出来的，你还敢说没拿我的钱？哎呦，宝珠啊，你赶紧的把钱给拿出来吧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我不知道这钱怎么会在我兜里。证据都摆在这了，你还不承认？真想让我打死你！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我偷了东西，还故意放在家里等着被你们找到。钱又没记好，你是吃定我认不出来。可惜箱子里的钱有股陈旧的土味，所以这就是我的钱。你要是不给，那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好，不是报公安吗？去报啊！
我也想看看是谁想陷害我。你别以为我不敢，我看你还怎么嫁去陆家。邓蓝莓，你差不多就行了，那钱丢没丢只有你自己清楚，少在这冤枉我，这要逼急了我就跟你鱼死网破。苏珍得意地拉着陆夜里出门上了车。你藏好了，万一他们真报公安。放心，谁来了都找不到。苏宝珠兜里的钱是你故意放的？是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？没有，你很好。陆燕里，你是真心想跟我结婚，还是被我逼得不得不妥协？我这个身体，没有人会想跟我结婚。你的意思是我逼得你不得不妥协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正常人都不会选我，更何况是你这样的姑娘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？陆燕里眉头紧蹙，她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不好，这个媳妇儿可能救得丢了，胸腔的位置开始发闷，不得不踩下刹车，将车子停在路边。给，你快喝点水。陆燕里急忙往嘴里灌了几口，才渐渐缓解。好点了吧？陆燕里，你相不相信我能治好你？信。他这自暴自弃的样子，该不是不符合灵泉水三不救的人群吧？他忽然有些害怕，急忙用意念召唤出小玉萍。小萍，陆燕里不符合灵泉水被救的人群吗？主人，检测到他属于自暴自弃者，所以灵泉水不管用哦。苏珍感觉天都塌了，泪水猝不及防流出。救不了他，即便重生了有了小玉萍，可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可是陆燕里喝了灵泉水，明明止住了咳嗽。那是自然，区区止咳而已，但治标不治本哦。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救他吗？我不想让他死。主人，我不能帮你作弊耶。你现在不是跟我一体的吗？那我死了，你不就又一次被封印起来了？你帮帮我。你为什么要死？你生命力这么顽强。他死我就死，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我把你扔粪坑去啊！哎，做个空间一则好难。主人，我帮你作弊会受到处罚的。小萍，我会改变他的，我一定能改变他的。苏珍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其实我们可以不用领证的，当我死后，你还可以改嫁。你就这么不想娶我？我哪有？那你不跟我领证，是打算娶别的女人？没有啊，我娶谁呀？让你娶我是为难你了是吧？要不我去找陆景鹏结婚？他配不上你。你又不想跟我领证，非得把我剩在家里变成老姑娘呗？若我们领了证，别人也能知道你离过婚，这样可能会影响你下段婚姻。你想的可真够远的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你就盘算着离婚了？陆夜里见他神色缓和，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。我这身体离婚也是迟早的事儿，我总不能真让你为我守寡。我愿意，你管得着？他蓦地笑了，心情莫名其妙就好了起来。笑什么笑？开车！陆燕里应了声，再次启动了车子。陆燕里，怕我给你守寡，你就好好的活着。谁不想好好活着？可身体每况愈下，随时随地就能撒手人寰。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心？我说了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你要好好的活着，要积极面对生活。好。还能开吗？要不我来。你会开？学学呗，我很聪明的。说着，苏珍下了车，绕到了驾驶室这边。你告诉我什么管什么就好了。你真的可以吗？你要相信我，我说可以的就一定可以。陆夜里半信半疑的仔细细教他哪是刹车，哪是油门。慢一点没关系的，车子也没关系的，你最重要。放心吧，我们合车都不会有事儿的。等苏珍把车子平稳的驶出去的时候，他还是惊讶了。很好，开得很稳。对，就这样慢慢的，你学得好快。好歹上一世开了那么多年的车，还能被人给夸成这样，这次你相信我了吗？我说能行的事就一定能行。你很厉害，我当时学了1天才学会。我是说我能治好你。我看过很多医书，很多病人都是因为心态不好，病情才不好的。要积极的面对生活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慢慢相处。陆燕里没吱声，只是温柔的用手揉了揉他头。你想不想知道昨天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想。我家人其实都想让我嫁给吕宗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体不好。哈，他们才不会想到这些。我奶奶是不想退还吕宗阳那800的彩礼，苏宝珠是不想我成为他的长辈，所以在我的那碗鸡汤里下了药。接下来的事儿你应该能想到吧？他想让你和吕宗阳睡在一起。陆燕里脸色不受控制的沉下来，无名的愤怒瞬间席卷了他。若不是苏珍机警，那昨天的主角就会是我了。那你是怎么弄的？最后怎么变成了金慧呢？我猜到他们想干什么了，所以就把剩下的药全都倒进鸡汤里了，而他们给我准备的鸡汤却被我偷摸倒掉了。晚上苏宝珠和邓蓝莓就偷摸进了我房间，把我抬着放到了吕宗阳的身边。反正他们对我都不好，索性我就让他们所有人都丢了脸。是不是觉得我挺狠的？没有，他们都没管过你，更没资格欺负你。这是你聪明发现了，否则被伤害的就是你了。别说你只是以牙还牙，
就算你是主动算计，也不会影响你在我心里的印象。我在你心里什么印象？很善良，很可爱，很聪明，也很美。我也觉得。所以陆先生，这样好的姑娘要成为你老婆了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邓蓝莓为什么这么帮苏宝珠？他们不会真是亲母女吧？苏宝珠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啊！当年我爷爷厂里发生火灾时，为了救人出事了，厂里给我家赔了一大笔钱，就因为这钱，未婚生女的邓蓝莓盯上了我爸，我奶就挑拨我爸妈离婚，邓蓝莓安排个道士说我命中带煞克家人，我奶奶就把我送去了孤儿院，接回了苏宝珠。陆艳里心疼地看着他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攥住了，让他都有些呼吸不过气来。会好的，你现在就很好。不够，我希望是跟你一起好好的。好，那我会努力活久一点。要说到做到啊！你昨天应该直接报复苏宝珠。不，我觉得他更适合背锅。我衷心希望他跟你侄子能永远在一起。那你之前为什么答应订婚呢？以前大概是脑子进水了吧。我妈虽然有时会犯糊涂，但我爸还是挺明事理的，我也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我知道啊，我的陆先生是个清风霁月的谦公子。陆艳里感觉自己像是被人给按头灌了一大口的蜂蜜，从嘴里一直甜到了心里。车子稳稳地停在民政局门口，经过了半个小时的忙碌，苏珍和陆艳里拿着结婚证出来了。陆先生，我们今天结婚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点不真实。不真实？那有句话想亲口跟你说。说完，他踮起脚攀上男人的脖子，就在他惊慌又不解的目光中吻在了他的唇上。能嫁给你，我很高兴。陆艳里都懵了，还真的是亲口在说啊？是我三生有幸。那你这次有真实的感觉了吗？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去。两人一起去了国营饭店，苏珍也终于把红烧肉吃到嘴了。以后我给你做，我做的红烧肉超级好吃。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，等咱们结婚那天你再回来。我突然去你家，你妈妈会被吓到吧？不会，她知道我今天跟你领证，那你住在婆家不很正常吗？要不我直接去你家住吧，你不是自己有个房子吗？陆艳里看着他，无声的吞咽口水。还是等结婚后吧，我怕邻居们风言风语的议论你。好吧。俩人吃完饭很快到了苏家，杨莲花强撑起精神跟陆艳里打了个招呼。艳里，你们领完证了？奶奶，我想让苏珍去我家住2天，等婚礼前1天我再把她送回来。行，去吧。苏珍二话没说，牵着陆艳里的手就走了出去。杨莲花还是象征性的送了送他们。苏珍直接把车里打包的饭菜递给了杨莲花。都还没吃饭吧？给你们带了吃的。杨莲花接过来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差点落下来。还是亲孙女知道疼人啊，珍啊。嘿，别激动，我就是想问问你的钱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宝珠说他妈就是不想给他钱，故意冤枉他。他妈说宝珠就是偷了他钱，死不承认。俩人谁都没证据，都吵了好几个小时了，还是没吵出个结果。那怎么不报公安呢？若真闹大了，宝珠还能嫁到陆家去吗？总不能钱丢了，婚事也黄了吧？那你的钱不打算要了，还有我二婶的钱也不要了。你妈说会慢慢还我们的。你们为了苏宝珠牺牲也真够大的，这娘俩该不会就是不想给你们钱，故意在这演戏呢吧？杨莲花闻言一愣，她好像从没往这方面想过。他们娘俩吵了一架没什么损失，损失的是我啊。哎，我这也是瞎担心，他们的人品，奶奶肯定是最清楚的人，你就当我在胡说八道，我走了。说完，他直接坐进车子扬长而去。杨莲花立在原地想了会儿，然后匆匆忙忙进了屋。邓蓝莓，不是要还我钱吗？你倒是去借啊，家里1分钱没有。苏珍过2天结婚，你想让大家都喝西北风吗？妈，你放心吧，苏珍结婚前我一定把钱还你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养伤吧。你最好把钱按时还我，否则我就直接报公安了。一天天的说人家苏珍不消停，我看最不消停的是你们。邓蓝莓，你最好说到做到，要是苏珍结婚前还不把钱给我，我就把你和苏宝珠都送一边去。老太太那600块钱都不知道去哪弄呢，郑芳如的钱只能拖。郑芳如和苏正军走后，苏正国看了眼炕上躺的邓蓝莓，满眼嫌弃的也走了出去。他刚才那是什么眼神？苏正国居然都敢嫌弃我了。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这样子怎么了？我能嫁给他是他老苏家祖坟冒青烟了，他还敢嫌弃我？我也想不通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，你要是直接嫁到城里还用这么费劲。你还怪我了？我当时带个你，有人能要我就不错了，你以为城里人那么好嫁呢？你不也还没嫁进去吗？还有脸说我？我这还不是因为苏珍从中搞鬼，要不我能这么费劲？但凡有他掺和的，我们都没占到什么便宜。你的钱真的丢了吗？废话，我不是没为你打算，但你不能都拿走了吧？行了，没完了是吧？我没拿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藏钱的地方。我早上之所以那么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
要怎么跟你解释我知道你有钱这件事？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不但知道你有小金库，我还知道你在外还有个姘头，每个月跟你约好14号在镇上见面。你说把钱补上就是打算14号去找他呀？我说的对不对？邓蓝梅大惊，当时被他吓得心脏狂跳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。我说苏可欣会进监狱，并不是胡说八道，是真的会这样发展。而我会嫁给吕宗阳，穷困潦倒的过一辈子，也连累你接济了我一辈子。但苏珍就因为嫁给了陆景鹏，成为人人羡慕的首长夫人，混成了商界女强人，所以我才去了陆景鹏的房间，是想改变原本的命运，不想让你为我操劳一辈子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要我说出我亲爸爸的名字吗？你知道他叫秦志学对吗？原本是你们村下放的知青，后来你认识了苏正国，把我出生日期改成了跟和苏芝一样的，然后又找道士骗了杨莲花，我这才来到苏家。邓蓝梅满眼惊骇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用问了，我说了你也不信。我是知道你有钱，但我不知道你藏在了哪，你还是要找一找。没有钱，我们还会被苏珍压一头的。你不是说苏珍上辈子是首长夫人吗？那你嫁给陆景鹏不也是首长夫人？理是这个理，但谁有都不如自己有。苏珍就是因为有钱，陆景鹏才对她小心翼翼、极尽讨好。你难道不想去秦志学跟前耀武扬威吗？这年头处处都是机遇，只要敢想敢干，我们很快也能有钱了。可那钱真的丢了，连箱子都没了，那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反正肯定是咱家里人偷了你的钱，这才有可能塞到我的衣服里。你说会不会是苏珍？也不是没可能，我记得昨天中午他跟陆艳丽也出去了吧？没准就是他拿走了你的箱子，我去看看他房间有没有。两人去苏珍的房间搜了搜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我们就说那钱是苏珍拿走的，也没人信。真要报公安，万一再被苏珍摆一道，你可就真嫁不进去了。总不能他也重生了吧？那他肯定也知道陆艳丽活不了多久了，他不可能为了志气就搭上自己的一辈子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你说这小蹄子命还挺好，她嫁去陆家以后可是你长辈了，你可要小心点，不要落到她手里。放心吧，陆艳丽活不了2年就死了，苏珍嫁过去也是守寡的命。真的假的？你说她都活不了2年？我记得她好像是91年5月节死的。宝珠啊，你该不会真是仙童转世吧？你要是喜欢，就这样认为吧。哎呀，没想到我女儿居然这么厉害，妈妈等着你成为首长夫人，带妈过好日子呢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有我一口吃的，自然就有你的。等我给景鹏怀个孩子，我就是名副其实的首长夫人。对，你要是一举怀男，那地位就更稳固了。放心，肯定是男孩。苏珍上辈子就是男孩。苏珍和陆艳丽到了陆家，钱淑云看着结婚证，捂着嘴激动地哭了起来。阿姨，你怎么还哭了？阿姨是高兴，我儿子可终于结婚了，你们小两口要好好的，这以后要是再有个孩子。妈，你做饭去吧，我们饿了。好哈，那我去做饭。那阿姨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有佣人帮忙的，我们去找姐说说话。陆冰雪5年前走夜路被人拖进小树林给侮辱了，后因没抓到人就不了了之。直到27岁那年，陆冰雪遇到了王树强，陷入爱河的小女生根本无法自拔，怀孕6个月的时候被婆婆故意推倒，流掉了她的第1个孩子。直到王树强再次侮辱一个工厂女工被抓到，陆冰雪这才知道当年那个男人也是她。这次在娘家休养，应该是陆冰雪被她婆婆推倒的那次。陆艳丽敲了2下陆冰雪的房门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艳丽，你们回来了，这就是苏珍吧？是，姐你怎么样？没事，就是疼得我难受。我听妈说你们今天领证去了，我看看啥样的。我和你姐夫领证的时候还不能放照片呢。陆艳丽笑着把结婚证递给他，陆冰雪看得满眼羡慕。我听说结婚证可以补办，到时我和你姐夫也补办一个这样式儿的去。姐，你跟姐夫的感情可真好，他很疼你吧？那可不，他每天下班都会给我带好吃的。你没看我都胖了吗？是吗？都什么好吃的？不会是食品厂的糕点吧？对啊，他是厂里的主任嘛，不带这个还能带什么？哦对，食品厂是会有些食品残渣的损耗可以分给厂里工人的。姐夫是车间主任，给你带的肯定不是损耗，是好的糕点吧？陆冰雪的嘴角微抽，他带的还真都是些食品残渣。是，他拿的都是好的。你可要好好养身体，这小产比正常生产还得注意休养，否则会落下病根的。等，我知道，你姐夫也要我好好养着。姐夫来看过你好几回了吧？他肯定特别惦记你吧？他工作忙，来一趟也得1个多小时呢。姐夫不都是车间主任了吗？还没配车吗？有车，但也不能公车私用啊。是啊，姐夫可真是不占公家1分1毫的好领导。等他就是太正直了。初次见面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带了话儿就出去了。你是不是想提醒我姐什么？你也见过王树强？见过，你对他印象不好？不好，
我觉得我姐这次流产都不简单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眼神闪躲，说的含含糊糊，说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都这么大的肚子了还要洗碗。确实，6个月的孩子已经相对稳定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流产的。你要是有空帮我套套她的话，我总觉得她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。我觉得你姐有点恋爱脑。恋爱脑？就是盲目的喜欢一个男人，就像王树强把淘汰的食品残渣带回来，但在他眼里这就是宠他爱他的表现。对，我姐确实就是这样。其实我姐变成这样跟她以前的经历有关。你姐就是没见过什么好男人，所以才会把王树强当个宝。我们要让他见识一下。珍珍，你们回屋等着吧，马上开饭。我爸呢？找你谢叔下棋去了，你去喊他一声吧。陆夜里刚走出房间，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：苏珍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哪来的狗在这乱吠？你说什么？苏珍，你敢骂我？你非要送上门来找骂，怪得了谁？苏珍，你搞清楚情况了没？这是我家，我好心好意跟你打个招呼，怎么就找骂了？他越说越激动，也越走越近。苏珍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陆景鹏，我和你小叔已经领证了，这也是我的家，你对着我污言秽语、指名道姓的合适吗？你妈没教过你要怎么尊重长辈吗？长辈？你算我哪门子长辈？为了报复，你居然嫁给陆艳丽那种都活不了几天的病秧子，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不就是想等陆艳丽死后，拿着她给你的彩礼钱改嫁？他话还没说完，苏珍的脚就已经朝他踹过去了。陆景鹏不受控制的后退好几步，他猛地冲过来，挥着手臂朝着苏珍打去。陆艳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别急，等等看，苏珍不会吃亏。苏珍伸出手臂，顺势缠上陆景鹏挥过来的胳膊，用一个4两拨千斤的巧劲儿，朝着他的侧腰就猛捶了一拳。陆景鹏不受控制的摔倒在地，苏珍单膝压在他的胸前，同时锁住了他脖子。旁边的陆艳里和陆正廷两人震惊了，这招像是练过的。我媳妇可真帅。你这人真是欠揍啊！你叔叔身体不好是他的错吗？还有你个当侄子骂的，人家能自己花钱娶老婆，你能吗？你就会无能狂怒，真是窝囊又无能的草包！别再过来招惹我，否则下次就不是揍你一顿这么简单了。听明白了吗？陆景鹏被他这一下乐得差点断了气，手在地上却拍得飞快。苏珍这才站起身，小叔，起来。爷爷。陆正廷满脸寒霜，指着陆艳里问：管他叫什么？小叔。他呢？小婶婶。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小叔小婶？那你都骂了些什么？你要这样还进什么部队？你直接去监狱改造吧。爷爷，我错了，刚才是苏珍先骂我，我就是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。还敢狡辩？你今天晚饭别吃了，10公里负重跑，一边跑一边喊小叔小婶，我错了，少喊一句，我把你送监狱改造去。爷爷，不喊行不行？我跑20公里都行，否则你能记住要怎么尊重长辈吗？陆正廷冷着脸朝警卫吩咐，陆景鹏还是被押去了训练场。好了，咱不管他，走，咱进屋吃饭。外边怎么了？我听景鹏大呼小叫的。你都听见了还不出去看看？我这不炒菜腾不开手吗？那混小子欺负你儿媳呢？啊，欺负珍珍，这臭小子又犯浑。珍珍你没事吧？他就是被他爸妈惯坏了。阿姨我没事，我又欺负回去了。这时王思敏和陆可荣气势汹汹地走进来。问景鹏好歹是你大孙子，你这让他喊的是什么？被人听见像什么样子？怎么又来兴师问罪啊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怕外人看了笑话吗？你罚他负重跑就好了。真不知道你们这父母是怎么当的，你们就这么惯着吧。景鹏都让你们惯废了。我们这不就是过来了解情况的吗？就用你这态度了解情况？我没有，我刚就是着急了。苏珍，我听说景鹏被罚这件事跟你有关，要不你说说？行，大嫂想知道哪方面的？我就想问你凭什么骂他，你又凭什么打他？大嫂，我也是景鹏的长辈，总不能看着孩子犯错不管不问。正所谓小树不修不直溜，我都是为了让他更好。放屁，苏珍，你没必要总揪着过去的事儿不依不饶了吧？老大家的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问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苏珍就是想嫁进咱陆家来报复景鹏的，否则她怎么会选艳丽？我家陆艳丽怎么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的意思，艳丽是景鹏的小叔，正常情况谁会改嫁前对象的小叔？我喊你一声大嫂，希望你也有个当长嫂的样子。我家陆艳丽有颜有钱，有责任有担当，胜过你儿子千万倍。别拿你儿子跟我老公相提并论，若不是他上赶着过来找骂，我都懒得帮你教育。苏珍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我过分在哪啊？许你们一句句骂我和我老公，不许我小小的反击啊！你们陆家是军人世家，他一个小辈儿可以肆意辱骂长辈吗？
何至于你们两口子气势汹汹的过来跟我讨说法？王思敏气急败坏，吵又吵不赢，完全没了平时的风度。你们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苏珍是陆景鹏的小婶婶，别说你儿子指着人家破口大骂，就是没骂，人家当小婶的也有管教他的权利。有这时间，你们还是回去多管管你儿子，少去招惹人家吧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偏心，明明是苏珍先骂景鹏的。没完了，你们在这一句句质问什么意思？王思敏气疯了，根本顾不上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。什么意思？苏珍仗着你给她的身份，在这狐假虎威公报私仇呢，你看不见，你就非要娶你的前侄媳妇回来给我们添堵。当初我给你儿子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不说，现在又说我娶苏珍是给你们添堵，有你们这样忘恩负义的，要不还把你们儿子送大牢去？媳妇你娶了，彩礼你拿了，我儿子被你们打了，还要把他给送大牢去，啥好事都被你们占了是吧？那能怎么办？谁叫你养出这么个废物的儿子呢？没事的时候多在自身找找原因吧，别像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。陆艳丽，你骂谁是疯狗呢？管管你老婆吧。行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回去。陆可荣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你弟弟在骂我呢，你没听见？你看看人家是怎么维护媳妇儿的，你再看看你。行了。陆正廷气得又拍了下桌子，也跟着咳了起来。苏珍急忙把自己准备的水递过去，叔叔你喝点水。陆正廷端起杯子就喝了口，沁凉的灵泉水舒爽甘甜，让他下意识地看了眼杯子，然后指着陆可荣和王思敏开骂：孩子犯了错，你们不但不纠正，反倒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闹成这样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没有，爸你说的对，别说景鹏犯了错，就是没犯错，长辈教训晚辈也是应该的。知道是应该的就行。陆苏两家的婚约怎么来的，还需要我再提醒你们一遍吗？原本这婚约指的就是艳丽和苏珍两个人，是艳丽身体不好，怕耽误苏珍，才让你儿子替她履行婚约的。你儿子却跟人家妹妹搞到了一起，按照我的想法，就该把他送进去改造。是你儿子技不如人才被打的，你们还有脸上门要说法，也不嫌丢人。陆可荣和王思敏面面相觑，此时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。没事，还是多管管你们自己家人吧，我儿媳用不着你们在这挑三拣四。话音落下，两口子灰溜溜的走了，房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谢谢叔叔帮我说话。都领证了还叫我叔叔啊？我这不是想改口，又怕你破费吗？哈，你这个调皮的丫头，改口前我早就准备好了。也就几天时间，儿子的婚礼就到了，看把你急的。都行，我今天就想听珍珍喊我一声爸。爸妈。老两口把红包递了上来，房间的气氛再次恢复了欢声笑语。晚上，苏珍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。老爷子说陆艳丽身体不好，所以才让陆景鹏替她履行跟我的婚约。那上一世他是不是也是因为身体原因才把我推给了陆景鹏的呢？所以他临死前才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对不起，难怪把遗产都留给了我，他也很后悔吧。陆艳丽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好像做了个梦，梦中的苏珍被陆景鹏打得在地上翻滚，她找人给陆景鹏套了麻袋，好一顿揍。可陆景鹏在王思敏挑唆下更加变本加厉，甚至把别的女人明目张胆地带回家来。王思敏要退还彩礼，再赔他们1万块钱才允许离婚。苏珍拖着满身伤回到娘家，无一人关心。杨莲花更是给了她一巴掌。陆艳丽很好奇这时候的她在哪，为什么不出来帮她？场景突变，她看到一个形如枯槁的男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这是他要死了。苏珍一碗小米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，是他的撮合才将他推进这万劫不复的地狱。他把80%的遗产都留给了苏珍，20%给了他爸妈。1991年的端午节，他吃了苏珍给他包的最后一顿饺子，带着满心的不甘和遗憾就这么离开了。骤然的心痛让陆夜里大汗淋漓的在梦中惊醒过来，找到苏珍给他的水猛灌了几口。自己为什么会做了这样一个梦？这是什么预示吗？难道说苏珍嫁给陆景鹏就是这样的结局？难道我真的会在91年的端午节死去？这一刻他竟觉得无比庆幸，他还有3年可以陪他。次日，苏珍想用灵泉水给他们做一顿饭，这样吃的喝的都是灵泉水，陆艳丽是不是也能好得快点？刚在房间出来，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陆艳丽。陆艳丽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这还早，我起来开门的时候，人家就在门口等着了。这么早过来，是不是想早点见到我啊？陆艳丽什么话都没说，直接把他抱在了怀里，还抱得那样紧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想见你了。你怎么也起这么早？我想帮妈做饭，你有没有想吃的？让他们做吧，等结婚后你再给我做。行，那我以后给你做。钱淑云一边做饭一边偷瞄客厅坐着的小两口，没眼看，简直没眼看。
老头子可从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。他的高冷呢？怎么遇到苏珍就统统不见了？婚礼头2天，苏珍非要回去看戏，陆夜里无奈地开车把她送回了苏家。杨莲花看着提了2手礼物的他们，满脸堆笑。没看见邓兰梅，果然又去镇上了。你们怎么今天回来了？快进屋，进屋。就不进屋了，我们还要去镇上买点东西，路过家里就先过来看看您和叔叔。还要买什么？婚礼上的东西呗。你总不能让我就这么出嫁吧？给我拿点钱啊！苏珍啊，你也知道家里没钱，你妈今天去找人借钱去了。你要买什么东西，先用你钱垫上，以后奶奶再把钱补给你。奶奶，给我办多大规模的婚礼都没关系，要是苏宝珠出嫁那天比我的隆重，可别怪我砸了你家哦。你这臭丫头就知道在家里横。行了，那我们可走了。爸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搬东西什么的。好了。几人上了车，朝着镇上驶去。珍珍，这几天在燕里那待得开心吗？在哪都比在你家开心。珍珍，你到了婆家好好跟燕里相处，可不能再耍小性子了。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没关系的，叔叔，我跟我爸妈分开住呢，我不会跟他生气，叔叔放心。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行驶，车子停在一个小院子门口，陆燕里早就让人在这盯着了。一个小伙子很快跑了过来。四哥四嫂，你们来买东西啊？你店里很忙吧？我就是瞎忙，不像你们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有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滋生，我这闲着也是闲着。不用，我爸来了，你忙你的就行，到时过来喝喜酒。那肯定的，我四哥结婚我哪能不到场，我还得闹洞房呢。简单聊过2句他就走了，他已经把信息偷偷告诉陆燕里了。爸，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我和燕里先去转转，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们过来找你。我在这等着。对，你在这看着点车，别被人刮了。行。邓兰梅在里边吗？但苏宝珠跟陆景鹏也来了。那他是过来找邓兰梅的，还是找那男人的？那男人该不会就是他亲爹吧？他们在那里。苏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看到了那俩人。苏宝珠拎着衣服在身上比量着，陆景鹏掏钱出来，大手一挥，直接给他买下。苏宝珠高兴地扑倒陆景鹏的怀里。看来你侄子被算计致死倒也不冤枉，他们在一起还真不知道谁折磨谁呢。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我觉得他们在一起也挺好，省得去祸害别人。英雄所见略同。苏珍，你们怎么在这？看你这话说的，这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能来我不能来。倒是你1分钱彩礼没有，还敢来这地方买衣服，买得起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老公会给我买。哦，难怪你爸妈那天去找我们讹钱，原来是为了让你给苏宝珠买衣服啊！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你倒是直接跟我说啊，我这个当婶子的还能让你娶不上媳妇，钱不够我可以借你点。苏珍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是谁婶子？谁去讹你钱了？嘿，臭小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真是没大没小，你小心我揍你！陆景鹏满脸的难看，拉着苏宝珠就要走，谁知苏宝珠开了口：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就多借点给我嘛。请，先叫一声小婶婶来听听。那不得先看到钱吗？万一你没钱借我们，或者想赖账呢？先拿个2万出来我就叫。你哪里值2万？把你俩绑在一块儿都不值2万。是你压根儿就没这么多钱吧？真当人家那2万的彩礼是给你的呢？人家就是拿来给你看看。那你也让我这大侄子拿2万彩礼给你看看啊，省得没皮没脸到处跟人借钱。是你主动要借钱给我们的。我说可以借我大侄子钱，什么时候说可以借你了？大侄子，你要跟婶子借钱吗？陆景鹏对上苏珍那张嘲讽的脸，是死活喊不出小婶婶这3个字。苏宝珠，你不是刚偷了你妈几万块的小金库吗？你拿点出来不就行了，还非得逼着我侄子借钱给你买衣服？难道你就是惦记我侄子手里的这点钱啊？苏珍，你还敢说我妈的钱是被你拿走了吧？苏宝珠，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你的脑子吧，你们还真是亲母女，你妈诬陷你，你就来诬陷我啊？苏珍，我们走着瞧，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底下，我会让你活得生不如死。苏珍猛地上前，揪住他的脖领子就给拽到了自己跟前。苏宝珠，放狠话的时候也不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回得去。苏珍，你放开他！你动他一下试试。都敢对长辈动手了，你们爹妈没教过你们什么是长幼尊卑吗？我们还是走吧，别人家的不孝子孙咱可没义务帮忙教育，反正丢的又不是咱的脸。他说完松开了手，拉过陆燕里的手走了出去。苏珍，你去死吧！他忽然朝苏珍跑过去，想直接推倒他。苏猛地转身，抬脚将人踹出了3米开外。我懒得教育你，不代表你可以冒犯我。苏宝珠，我建议你对我这个小婶婶客气点，否则你可就进不了陆家这个门了。说完，挽着陆燕里转身出了门。景鹏哥，你怎么也不帮我？我怎么帮你？你没看我小叔在那盯着我，谁叫你非要上赶着找不痛快？我找不痛快，刚才让你借钱也不借，你到底在顾忌什么？明知道他也不可能借钱给我，我干嘛还要自取其辱？
这时候你要什么脸面？不就喊他一声肖婶婶？他若真不借钱，该羞辱他的就是咱们了。你还怪上我了？是不是你主动上前找茬的？没那能耐就别去找事儿，省得我也跟你丢人现眼。景鹏哥，你等我下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该跟你乱发脾气。糟了，可千万别让苏珍撞见我妈找男人。景鹏哥，我们快走。苏振国一直在外边尽心尽力看车，小院子忽然出来一男一女，男人在他手上亲了一下，女人扭着腰扑进他怀里。苏振国实在觉得没眼看，刚想转过身，却见男人搂着女人的腰朝他这边走来了。夫妻俩四目相对，两人都有一瞬间的愣怔。苏振国一脚朝着胖男人踹了过去。邓蓝莓，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一边说一边朝他一脚一脚的踹过去。郑国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苏振国抄起地上一根棍子就朝邓蓝莓的腿上打了下去，但随着邓蓝莓惊天动地的嚎叫，是清脆的骨头断裂声。狡辩！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跟我狡辩？邓蓝莓不是说她老公窝窝囊囊，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吗？再这样下去，这条小命迟早的交代在这。他急忙在地上爬起来，想偷偷摸摸溜走，却被苏振国抡起手里的棍子朝后背砸了过去。苏珍过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车子正围着一群人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他还是有些出乎预料。没想到爸下手这么狠，爸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是你爸，你快拦着点吧！不管怎么样，那也不能把人打死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我后妈怎么也在这？这男人谁啊？这是你后妈，难怪二婚这玩意就是不靠谱。你后妈跟这个男人搞破鞋，被你爸当场抓住了，这不你爸非要打死他们。原来如此，后妈就这么饥渴，伤得好就这么迫不及待啊！小姑娘别说了，你快劝劝你爸爸。苏珍挤步上前，伸手抢下苏振国手里的棍子。行了，你打死他们不也得去坐牢吗？直接报公安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去多好，省得你看着糟心。趴在地上的胖男人吓得顿时出了声：别报公安，我可以赔钱，要多少钱我都赔。谁要你钱？有钱了不起啊！邓蓝莓也急忙抱上了苏振国的大腿哭求：振国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回去好好跟你过日子，但你真不能报公安，这要是被咱亲家知道，咱宝珠和珍珍的婚事就得黄了。你就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放过我这一次吧。珊珊，我们其实什么都没做，这样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放过我吧。苏振国神色松动，似是被说服了。这次什么都没做，那上次呢？上次呢？我这个后妈每个月的14号都会来镇上，就是为了见你吧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。邓蓝莓以前每个月的14号都要过来赶集，难道都是为了见他？邓蓝莓，给我老实说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真没有，以前我就是过来赶集的，这次我也是被妈逼的没办法了，我一个女人家又没办法赚钱。爸，我真觉得你可以考虑让我后妈在村里接客，她图快活，你图赚钱，多两全其美的事儿。苏宝珠嫁不出去，就干脆都留在家里接客好了。苏珍，你闭嘴，少在那挑拨离间。哎呦呦，后妈你吓死我了，你不会还想打我吧？苏振国闻言，当即扇了邓蓝莓一耳光。我看你再动珍珍一下试试。后妈不是我说你，要么让我爸打你们一顿好好出气，要么让他报公安把你们都送大牢去，再不然就给点经济赔偿，总不能什么都不付出就想把这事儿翻篇儿吧？别报公安，我可以给钱，2000块，放了我们。振国，2000块可以了，咱们可以用这钱给珍珍和宝珠办个体体面面的婚礼了，我也能把妈的钱还上了。苏珍说过的每句话仿佛都正在应验，当年的道士会不会也是假的？所谓的守护也是假的。若苏宝珠真是邓蓝莓的亲生女儿，那我犯的错可就真的不可饶恕了。有了钱，可以给苏珍办个体体面面的婚礼，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。行，2000块，现在就拿钱吧。是一个人2000，你们2个人4000，那我们自己投自己的。我倒是没意见，但我这后妈没钱，就有可能把你咬出来。看你这打扮，应该是个领导吧？万一他闹到你老婆跟前，闹到你单位门口，这样的损失可不是2000块钱就能挽回的。我真没有那么多钱，不掏算了。爸，你就拉个横幅挂在他单位门口，让大家都认识他们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。他还在危险，余光一瞥，正好看见一男一女。苏宝珠、陆景鹏，过来啊！什么？陆景鹏也来了？这要是被自己姑爷知道，脸还往哪放？给他，把钱给他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否则我真去你单位闹。果然无情，行，钱我掏，顶多给你200，剩下的我可以打欠条，你们3天后去拿小院拿。我这样行吗？欠条也是一样的，我知道他单位在哪，他若真不给，我可以带你去他单位要。可以。苏珍，
这件事别跟景鹏说行吗？若被陆家人知道，对你的影响也不好，不是吗？哈，你一个当后妈的能影响我什么？没准大家看清了你的真面目，更加可怜我在你家生活的不易呢。倒是你的宝珠，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跟你女儿的婚事了。苏珍，算我求你，行，4000块钱我要一半，要不我就给你抖落出去。郑国，行，请大家帮忙，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待会我请大家吃饭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看在那顿饭的面子上答应了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刚想抢我钱，我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腿，你爸看见后就把他给打了。陆景鹏为了在老丈人跟前表现，上前就给了那胖男人一脚。看你长这猥琐样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。景鹏别打了，你叔叔刚把他也打够呛了。打他几下怎么够？打死都是活该的。景鹏哥算了，我爸妈已经跟他谈好赔偿了，咱就放过他吧。还是让你的这个好女婿送你们回去吧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到了苏家，陆艳离把女方陪嫁的东西买了一个遍，杨莲花看得眼花缭乱，又塞给他500块钱。那送我吧，我这就回去了，后天就是婚礼了，这2天你要开心点。后天早点过来接我。说完，他踮起脚，直接吻在了他脸上。陆艳里开车刚离开，耳边却传来郑芳如的声音：到底是刚恋爱的年轻人，亲戚热热的也不知道避着点人。然，这哪有人呢？耶，我不是人吗？还有二婶啊，你怎么还有时间看我们谈恋爱呢？你女儿亲事定下来没？吕宗阳可有1个妈3个姐，意味着你女儿相当于有4个婆婆。你没事的时候多给你女儿传授几招吧，否则到老婆家还不得被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。苏珍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大的敌意，你当年被送走我可没参与，宝珠那孩子坏的没有底线，我家金慧迟早不得被他带坏了。苏珍，以前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和平共处行吗？二婶倒是聪明，知道苏宝珠靠不住了就来找我，但你仅凭这句话就想求和，那我以前因为你添油加醋受的委屈又算什么呢？你奶奶喜欢宝珠，我不过就是顺应她的意思而已，我知道对不住你，以后咱是上见。哈，苏宝珠和邓兰妹知道你这样两面三刀吗？别跟我提他们，我家变成这样都是因他们而起。万一哪天苏宝珠风光起来，拉着你的金慧一起崛起，你跟邓兰妹和好，那不就是几张大团结的事儿吗？不可能，苏珍你也不用挖苦我，谁好谁赖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跟邓兰梅可不是一路人。二婶还不知道吧？邓兰梅今天去镇上跟别的男人搞破鞋，被我爸当场抓住，那男人赔了她4000块钱呢。他不是还欠你钱吗？抓紧要啊，否则那钱可不一定是谁的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苏珍，你等等我。邓兰梅和苏正国回来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看到邓兰梅打了石膏一拳一拐的，杨莲花急忙追问钱借来了吗？苏正国只说邓兰梅的钱被偷了，腿摔断了。我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？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没有钱，那苏珍的婚礼怎么办？行了，我妈都这样了，你还打她？你想打死她吗？我不打她打你吗？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有理了？滚滚滚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奶奶，你别生气，那男人给阿姨打了欠条的，过几天去他那要钱就行了。过几天要再拿不回来钱，你还有你就都给我在这个家滚出去！陆景鹏也有些反感苏家的鸡飞狗跳了，于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要走了。景鹏哥，今天谢谢你带我妈去看腿。没事，你回去吧，一会儿奶奶又该训你了。你知道吗？奶奶以前从没打过我，就是因为苏珍抢了我那么多的彩礼，她不就是觉得我没人撑腰才敢这样对我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回去跟我爸妈说，一定给你补一份彩礼。真的吗？那能不能在苏珍婚礼当天给我，好让大家知道我也是有人给撑腰的人。行，妈没拿钱回来也挺好，苏珍婚礼办得简陋寒酸，我却能被补一份彩礼，万众瞩目。出嫁当天，除了邓兰梅躺在炕上，其余人都在为苏珍的婚礼忙碌着。杨莲花就让苏正国把她弄到李小霞家去躺着。早上7点半，接新娘的车子准时停在苏家的门口，一阵热闹的鞭炮声后，陆艳里捧着一束玫瑰花，在众人的簇拥中朝着院子走来。走到门口，看到新娘子就坐在炕中间的红色被子上。说话呀，来干什么来了？苏珍，我来接你了。陆艳里，我等你好久了哦。新娘子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我的陆先生也很帅。整个房间爆发一阵叫好声。苏宝珠偷偷摸摸找上了陆景鹏一家，王思敏便拿出个镯子送给苏宝珠，陆景鹏又拿出1000块钱，苏宝珠欣喜不已。众人见状又是一阵喧闹。还是苏珍家的好，人家陆艳里补了2万的彩礼呢。2万彩礼有啥用？还不是又拿回去了？这镯子和这1000块钱可是实实在在拿到手的啊！就在苏珍从炕上准备下地的时候，苏宝珠却笑着拦住了她。哪有让新娘子自己走的道理呢？咱们这都得新郎抱着出门才行的。哎，还让他抱苏珍呢，
他自己不可不传你走出去就不错了。就是，你说就这样的男人，苏珍嫁过去有什么用？别到时都不能洞房，可有意思了。在我结婚的大喜日子，就算不说2句吉祥祝福的话，也希望你们给自己积德口德，就不怕犯口业报应在你们孩子身上。陆艳离，我不用你报，我希望我们2个可以携手同行。姐姐，你这样不行，这样会带走娘家风水的，这是要犯大忌讳的。奶奶是这么回事吧？杨莲花最信这个，但她也怕得罪苏珍。是有这个说法，苏珍啊，这鞋沾了土会把邪气带给婆家的，要不我找推车让艳丽推着你走吧。